你以為主角的墜崖奇遇都是命中注定嗎？其實這背後全是一個少女在暗中操控。在茂密的叢林深處，隱藏着一個神秘的洞穴。有人不小心踩到了機關，直接摔進了漆黑的洞底。在武俠世界裡，奇遇這種事大家都見怪不怪了。比如失足落崖，卻剛好被崖底的神獸救了一命；又或者在酒館的坐墊裡，意外發現絕世秘籍；甚至是在迷路時，剛好走進藏有神兵利器的山洞。但你不覺得這些巧合發生的有點太順理成章了嗎？其實這背後全都是素英在幕後一手策劃的。不管是生死關頭突然出现的救命神獸，還是剛好藏在坐墊裡的絕世秘籍，全都是他提前布置好的奇遇。看着眼前這充滿神秘感的霧氣，素英对自己的傑作非常滿意。就在這時，師傅的心靈感应突然傳了過來，問他大呼小叫的是不是抓到雞了，還催他趕緊回去吃雞肉。素英趕緊答應着，手腳麻利的把丹藥放進寶箱，抹掉自己來過的痕迹，準備收工回家。就在素英剛準備離開的時候，外面突然傳來了動靜，一個年輕男子被洞口的煙霧吸引，正打算進來一探究竟。結果這人剛走到洞口，直接被眼前的景象給鎮住了。他怎麼也沒想到，在這種地方居然藏着一顆仙丹，這下可真是撿到大便宜了。看到魚兒已經咬鈎，素英心裡暗自得意，這波任務算是圓滿完成了。他直接一個飛身躍出洞口，準備回山復命。說起來，素英住的地方叫衡山，那可是5大名山之一，這裡常年被濃霧籠罩，普通人根本不敢靠近。而素英的師傅正是那個在背後操控着整個武林所有奇遇的幕後黑手。跑了這麼遠，應該安全了。素英一把扯下臉上的偽裝，露出了本來面目，他就是那個幕後黑手的關門弟子。結果還沒等他鬆口氣，師傅的心靈感應又在腦子裡炸開，催他趕緊回去。素英無奈地捂着腦袋抱怨，說自己已經到山腳下了，讓師傅別再用傳音折磨他的耳朵。至於他是怎麼成為這個傳奇幕後黑手的徒弟，這事還得從幾年前說起。那時候在河南的丐幫領地，到處都是髒亂差的景象。一個路過的乞丐罵罵咧咧地走開，嫌棄索介這個新來的比他還要髒。索介心裡直翻白眼，大家都是要飯的，誰嫌棄誰啊？說起來，索介現在是丐幫的一員，在正邪两派大戰之後，整個江湖亂成了一鍋粥。可誰能想到，索介一睜眼，發現自己居然縮水成了個小娃娃，不僅穿越成了個小乞丐，而且還不是什麼重要角色，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路人甲。這個世界其實是一部叫做《天魔降伏》的武俠遊戲，而索介以前正是這個遊戲的劇情策劃。看着自己這縮水的胳膊腿，索介一時間根本無法接受现實。回想當初自己因為加班太累，在工位上眯了一會兒，誰能想到這一閉眼再睜開就變成了這副模樣。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索介嚇得拔腿狂奔，結果因為跑得太快，直接被路過的丐幫弟子給盯上了。那人一把拉住索介，熱情地邀請他加入丐幫，甚至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就當众宣布他是今天剛入伙的新人。不僅如此，那人還直接給他賜名索介，強行把他按在了乞丐的位置上。索介很快發現，這具身體簡直是天生的乞丐料子，既然沒得選，他乾脆就接受了現實。而且仔細想想，這日子比前世天天加班強多了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在街上聽聽八卦，再把消息往分舵一報，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，再也不用熬夜加班，簡直不要太爽。不過他心裡一直有個疙瘩。就在他琢磨這事的時候，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，索介嚇了一跳，轉頭一看，居然是個腰間繫着丹結的女孩。來人是個一代弟子，地位可比索介高多了。索介趕緊裝傻充愣，笑嘻嘻的糊弄過去，對方倒也沒計較，直接傳話說是分舵舵主在找他。索介嘴上答應的痛快，心裡卻直打鼓。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武林裡，沒有實力隨時可能丟了性命。正琢磨着呢，前面又有人在催了。這次來的人更不好惹，腰上繫着3個結，那可是3代弟子。再看看索介自己，連個布袋結都沒有，甚至連丹田都還沒開，這下可真是前途未卜了。為了能在這個世界活下去，索介只能繼續裝瘋賣傻。可他怎麼也想不通，分舵舵主怎麼會突然要見他這麼個小乞丐？結果門一開，帶路的3代弟子居然態度極其恭敬，對着屋裡的人連聲道歉。索介還沒反應過來，就看到屋裡坐着一個手拿折扇、氣度不凡的紅衣男子。對方一開口，直接就叫出了他的名字。這下索介徹底懵了，他本來還想着怎麼下山找個師傅學武功，結果這位神秘大佬居然主動找上門來了。紅衣男子搖着折扇，笑着說，他正在尋找一位輕功高手，聽說索介是整個河南跑得最快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索介整個人都傻了，他本來還想着怎麼去碰碰運氣，找個高人指點，結果這奇遇居然自己找上門來了。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武林裡，沒有靠山根本活不下去。索介深知這個道理，他做夢都想找個厲害的師傅，畢竟他現在只是個小乞丐，在幫裡誰都能踩他一腳，連討飯都要被同門嘲笑。索介暗暗發誓，遲早要找個能罩得住自己的大腿，讓他們好看。在這個世界，大家拼的都是出身，要麼是天生適合練武的奇才，可惜索介根本不是這塊料，只能直接放棄；要麼就是拼家世，有個強大的家族在背后撐腰。可索介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更別提有什麼名門望族當靠山了。拼家世這條路也直接被堵死。既然前2條路都走不通，那就只剩下最後一種可能，找一個出身名门世家、為人正直且願意收乞丐為徒，而且實力強悍的超級強者，也就是傳說中的金湯匙師傅。如果能抱上這根最粗的大腿，他這輩子可就徹底翻盤了。想到這，索介整個人都興奮起來。
此時，眼前的紅衣男子合上手中的折扇，看着所見，他缓緩開口，說自己確實是來買輕功高手的線索。紅衣男子眉頭一皺，懷疑丐幫在賣假消息，畢竟所見看起來年紀太小了。帶路的3代弟子趕緊解釋，說自己是湖南跑得最快的乞丐，但所見的速度比他還要快。聽到這話，紅衣男子若有所思地看向所見，所見也直勾勾地盯着對方。紅衣男子嘆了口氣，說：“看來湖南是真的沒人才了，讓一個小孩子承擔這些，實在太勉強。”所見一聽這話，氣得在心裡直翻白眼，看來指望別人是不行了，還是得靠自己去闖蕩江湖找師傅。不過，所見突然聞到了一股甜甜的香味，這香味好像是從紅衣男子身上傳出來的。順着香味看過去，對方居然從懷裡掏出了一串糖葫蘆，笑着問他想不想吃。所見連連點頭，結果對方根本没打算直接遞給他，而是隨手往外一扔。所見身體比腦子反應還快，唰的一下就衝了出去。這速度快的，連紅衣男子都忍不住驚嘆。所見嘴裡死死咬着糖葫蘆，含糊不清地問：“這真的能吃嗎？”紅衣男子笑着點了點頭。所見頓時樂開了花。不過剛才那一瞬間的細節可沒逃過所見的眼睛。那串糖葫蘆飛出去的軌跡，分明是擦着分舵舵主的脖子過去的。要是這東西是暗器，舵主現在已經沒命了。看來對方剛才那一手確實是在試探他的速度，雖然手段粗暴了點，但好歹是過關了。一旁的分舵舵主趕緊趁熱打鐵，說所見不僅跑得快，而且記性不好，絕對不會洩露秘密，簡直是跑腿的完美人選。紅衣男子若有所思地沉吟着，似乎還在猶豫。他看着所見那小小的身板，擔心這孩子年紀太小會耽誤正事。所見在一旁聽得真切，心裡直犯嘀咕，這人到底想讓他去送什麼信？分舵舵主在一旁滿臉堆笑，說要是去洞庭湖的話，他甚至可以幫忙提供地圖。聽到洞庭湖這3個字，所見心裡咯噔一下。洞庭湖那地方可不簡單，作為這個遊戲的劇情策劃，所見對這個地名再熟悉不過了，那不就是藏着仙丹的那個山洞所在地嗎？在遊戲原本的設定裡，湖南的衡山派在9大門派裡墊底，有個衡山派的底層弟子被魔教追殺，一路逃到了洞庭湖附近的山洞裡，結果那人因禍得福，在山洞裡撞上了奇遇，發現了一顆仙丹。那顆仙丹不僅能修復受損的丹田，對於根本沒有開闢丹田的普通人來說，更是能直接幫人開闢丹田的絕世神藥。所見腦子裡飛快地盤算着，既然現在魔教還沒有開始行動，說明衡山派的那個劇情事件還沒有發生，這可是他當乞丐這段時間裡好不容易理清的時間線，這下機會不就來了嗎？只要能拿到那顆仙丹，順利開闢出丹田，自己就再也不用在丐幫當乞丐了。到時候天高任鳥飛，完全可以自己去拜個名師學武功。這麼好的翻身機會，所見是絕對不會放過的。而另一邊，紅衣男子似乎也下定了決心，點頭答應了這筆交易。他從懷裡掏出一個沉甸甸的錢袋，遞給了一旁的分舵舵主，說是之前說好的介紹費。舵主樂得合不攏嘴，趕緊伸手接了過去。可站在一旁的所見看着那鼓鼓囊囊的錢袋，心裡卻突然泛起了嘀咕，不對勁啊，只是介紹個跑腿的差事，至於給這麼多賞錢嗎？還沒等他想明白，紅衣男子已經轉身往外走去，示意他趕緊跟上。所見剛準備跟着紅衣男子離開，回頭看了一眼分舵舵主，只見舵主正滿臉堆笑的揮手，祝他一路順風。可他手裡死死攥着的那個錢袋，卻因為用力過度在微微發抖。所見這下全明白了，這根本不是什麼普通的跑腿差事，自己這是被舵主給賣了。隨着大門砰的一聲關上，舵主這才鬆了一口氣，拍着胸口直呼折壽。他看着手裡的錢袋，心裡還在犯嘀咕，剛才所見那眼神，該不會是發現自己把他賣了吧？不過轉念一想，管他呢，有了这筆錢以後就能穿上絲綢衣服了，誰還願意當乞丐？就在他抱着錢袋美滋滋做夢的時候，身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舵主嚇了一跳，一回頭發現所見居然已經折返回來，正氣勢洶洶地朝他衝過來。所見這一下是真動了氣，衝上去對着舵主就是一記飛踢。舵主整個人都懵了，還沒反應過來，懷裡的錢袋就已經脫手飛了出去。所見指着舵主的鼻子破口大罵，說他這個不要臉的家伙，居然把自家手下的乞丐給賣了，難怪年紀輕輕就禿了頂。他還順便嘲諷了一句，等頭髮掉光了，乾脆直接去少林寺出家算了。舵主被戳到了痛處，捂着腦袋直跳腳，質問所見為什麼要人身攻擊。可所見根本不理他，一把撈起地上的錢袋，轉頭就跑。舵主在後面氣急敗壞的大喊，讓他站住。可所見早就一溜煙跑到了門外，對着等在院子裡的紅衣男子大喊，事情辦完了，咱們趕緊走。紅衣男子看着氣喘吁吁的所見，問他這就是最後要辦的事。所見理直氣壯的回答，既然是自己去跑腿送死，那這筆介紹費理所當然應該歸自己所有。紅衣男子聽完倒也沒生氣，反而覺得這小丫頭挺有主見。不過他還是提醒了一句，要是沒實力，這錢遲早還得被搶回去。所見可不信這個邪，把錢袋往懷裡一揣，心裡暗罵這破地方自己再也不回來了。雖然現在不得不跟着這個神秘人去往洞庭湖，但他心裡早就打好了算盤，只要能拿到那顆仙丹，自己立刻就開溜。兩人就這麼一路狂奔，足足跑了半天的時間。等他們停下腳步時，眼前已經出現了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泊。洞庭湖終於到了。紅衣男子看着跟上來的所見，調侃說，還以為帶了個累贅，今天根本趕不到這裡。所見氣得直跺腳，大聲抗議自己才不是累贅，而且自己是有名字的。剛才那一路上，所見確實被累得夠嗆，只能拼命邁着小短腿死命追趕。還沒等他喘口氣，紅衣男子突然身形一閃，直接施展輕功越過了溪流，
這身手快得讓人看不清。索介站在岸邊，直接看傻了眼。看来想從這家伙眼皮底下溜走，难度比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本以为对方只是個普通高手，可當他真正施展輕功時，索介直接看呆了，這速度快得不合常理，他這輩子都沒見過跑得這麼快的人。紅衣男子停下腳步，有些意外地看着索介，本以為這丫頭在吹牛，沒想到他居然真的能跟上。他好奇地問：“你以前真的沒有練過武功嗎？”索介搖了搖頭，老實回答自己從來沒學過。紅衣男子有些懷疑地盯着他，問他是不是在撒謊。索介一臉認真地保證自己從來不騙人。紅衣男子微微一笑，語氣多了一絲玩味，問他是不是連裝傻的時候也不撒謊。氣氛瞬間變得微妙，索介趕緊大聲反駁，說自己聰明得很，而且還有個特別拿手的絕活。紅衣男子挑了挑眉，順着話問是什麼絕活。索介得意洋洋地摸出一隻跳蚤，大聲宣布那就是抓跳蚤攻擊。紅衣男子嘆了口氣，說原來你真的是個傻子，這玩笑開得太無聊了。索介嚇了一跳，還以為對方剛才在開玩笑。紅衣男子看着天色，說的在天黑前找個客棧落腳，不過在那之前得先去買身新衣服。索介低頭看着自己的破爛衣服，有些不敢相信。紅衣男子示意他跟上，索介意外地問：“你這是要買給我的嗎？”紅衣男子理所當然地回答：“不然呢？難道指望你花自己那點可憐的積蓄？”夜幕降臨，兩人在客棧安頓下來。索介換上了剛買的新衣服，看着鏡子裡煥然一新的自己，整個人都愣住了。這感覺簡直像做夢一樣，自己有多久沒有好好洗過熱水澡了？真沒想到那家伙不僅給買了新衣服，還請客吃了一頓大餐，甚至大方地分了房間同住。本來還以為像自己這樣的乞丐只能睡在大馬路上。索介整個人撲倒在柔軟的床上，舒服的直哼哼。雖然那人平時看起來凶巴巴的，但現在看來好像也沒那麼壞。就在索介美滋滋的享受時，屋裡突然傳來了動靜，他猛地一回頭，整個人直接僵住了。索介嚇得趕緊爬起來，結結巴巴的解釋，說自己只是在感嘆衣服好看，絕對沒有別的意思。男人擦着頭髮，若有所思的應了一聲，走到窗前看着夜色。索介坐在床邊，看着這個換了素雅長衫的男人，心裡直犯嘀咕，這家伙長得也太好看了，氣場完全不一樣，怎麼看都不像普通人。索介試探着開口：“大人，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？”他心裡暗暗琢磨，這家伙該不會是什麼重要角色吧？男人轉過頭，有些好笑的反問：“你一個小鬼打聽我的名字幹什麼？”索介有些不服氣，心想告訴我又不會少塊肉。男人微微一笑，語氣裡帶着不容置疑的壓迫感：“怎麼，你有什麼意見嗎？”索介縮了縮脖子，趕緊擺手否認，說自己絕對沒有意見。他小聲嘟囔着：“不問就不問，有什麼了不起的？”男人轉過身去，隨口吩咐了一句：“趕緊睡覺吧，明天開始可就有的忙了。”聽到這話，索介心裡咯噔一下，立刻想起了跑腿的差事。他忍不住追問：“那到底是要自己去幹什麼？”男人微微側過頭，語氣多了一絲玩味。他緩緩開口：“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，危險到足以讓你這小丫頭直接逃跑。”男人嘴角微微上揚，說：“這就是為什麼要提前把你收拾得這麼乾淨漂亮。”索介整個人都聽傻了，完全沒明白這是什麼邏輯。等他反應過來，心裡頓時有些不服氣，這家伙該不會以為這樣就能把自己給嚇跑吧？索介整個人都懵了，這到底是要去幹什麼危險的事？還沒等他想明白，對面的男人突然忍不住笑出了聲。索介這下反應過來了，這家伙分明是在故意逗他玩，他氣得直咬牙，心想這人也太惡劣了。男人收起笑意，有些尷尬地咳嗽了一聲。索介雖然心裡鬱悶，但還是老老實實地跪下道謝，畢竟對方不僅給他買了新衣服，還請他吃大餐住好房間，這待遇對一個乞丐來說簡直是破天荒頭一次。索介覺得這說明對方非常信任自己，他拍着胸脯保證明天一定會拿出最快的速度，絕對不會讓大人失望。就在這時，他突然吐出了兩個字：丹輝。索介從被窩裡探出頭，一臉懵。男人轉過身解釋：“別叫大人了，我的名字叫丹輝。”索介一聽，整個人直接從床上彈了起來，問自己真的可以這麼叫嗎？丹輝有些尷尬地咳嗽了一聲，說可以。接着他又補了一句：“要叫就叫偉大的英雄丹輝。”索介這下樂壞了，甜甜地喊了一聲：“好的，偉大的英雄丹輝。”丹輝擺了擺手，讓他趕緊睡覺。索介乖乖躺回被窩，心裡卻在偷笑，這一招簡直太管用了，用乖巧來降低對方的防備心，簡直是百試百靈。看着坐在一旁守夜的丹輝，索介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啪啪響，這家伙絕對想不到自己現在正老老實實地躺着，腦子裡卻全是怎麼從他眼皮底下溜走。索介躺在被窩裡暗自盤算，只要等偉大的英雄丹輝睡着，自己就立刻溜走去拿仙丹。可時間一點點過去，外面的月亮都升得老高了，丹輝卻依然坐在那裡一動不動。索介等得直抓狂，這家伙怎麼還不睡？這具小孩子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，困意排山倒海般襲來，他只能拼命掐着自己保持清醒。就在他快要撐不住的時候，旁邊終於傳來了動靜。丹輝一邊躺下一邊自言自語，說不知道師父為什麼指明要找丐幫的輕功高手，不過既然是機緣，那就順其自然吧。聽到對方終於躺下，索介心裡暗暗鬆了一口氣，看來今晚的計劃馬上就可以行動了。索介光着腳丫子，輕手輕腳的從房間裡溜了出來，他忍不住小聲嘀咕，想溜出來還真不容易，連他買的新衣服都只能留在那了。不過他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要是丹輝中途醒過來發現他不見了，他就說自己只是去上個廁所。可走着走着，索介突然停下了腳步，他心裡有些犯嘀咕，丹輝之前說的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夜色正濃，索介在林間飛速穿梭，腳下的步伐一刻不停。他腦子裡全是剛才丹輝說的話，那句關於師傅要找丐幫高手的話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聽那語氣，簡直就像是專門衝着他來的一樣。索介搖了搖頭，覺得這不太可能，畢竟對方根本沒有指名道姓提到他。可萬一呢？萬一對方的目標真的是自己呢？索介在夜色中一路狂奔，直接從山崖上一躍而下。他心裡直犯嘀咕：丹輝的師傅怎麼會知道自己加入了丐幫？明明自己也是最近才混進去的。就在這時，他突然停下了腳步，因為在不遠處的山壁下，一個隱秘的洞口赫然出現。這下可把他樂壞了，終於找到了。要知道洞庭湖周圍山洞多的是，要是沒有具體位置，想找仙丹簡直是大海撈針。不過這地方他熟得很，畢竟這劇情就是他自己寫的。索介拍了拍臉頰，決定先把那些想不通的疑點放一放，拿到仙丹才是正事。可還沒等他高興太久，一股異樣的感覺突然襲來。索介突然痛苦的悶哼一聲，整個人直接癱倒在石頭旁。這心臟怎麼又開始疼了？明明已經好久沒有發作過了。他靠在石頭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只覺得双手又燙又冷，兩股極端的溫度在體內瘋狂打架。每次跑得太久就會這樣，但今天這情況明顯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嚴重。索介緩了緩勁，心想等把師傅救出來之後，必須得讓他好好給自己瞧瞧，該不會是得了什麼絕症吧？不過現在可沒時間胡思亂想了。索介深吸一口氣，悄悄從岩石後面探出頭去，只見前方的山谷深處，一片散發着幽光的神秘水潭正靜靜地呈現在眼前。看來沒找錯地方，那寶貝就在水底躺着呢。可問題是這水潭深不見底，直接游過去肯定行不通。要是踩着水面上的亂石過去，稍微一腳踩空，那可就直接交代在這了。自己又不會丹輝那種飛檐走壁的輕功，這下該怎麼辦？等等，他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，雖然自己不會真正的輕功，但如果只是模仿一下動作，說不定能行。索介蹲在水潭邊，腦海裡不斷回放着之前丹輝施展輕功時的每一個細節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直接朝着水面上的亂石躍了過去。他學着丹輝的樣子，試圖在空中調整身形，可真到了石頭上，身體卻根本不受控制的晃悠起來。這下可把他嚇得夠嗆，只能拼了命地在亂石間連續跳躍。沒想到這依葫蘆畫瓢的辦法，還真讓他一路有驚無險地踩着石頭，直接衝到了水潭對岸。索介興奮得直蹦躂，沒想到第一次嘗試居然真的成功了，他得意的直樂。難道自己這具身體其實是個練武的天才？只要能順利拿到仙丹，以後還不是橫着走？可還沒等他高興太久，周圍突然起了一陣大霧，這霧來得有些蹊蹺，隱隱約約中前面好像站着一個人。等那人轉過身來，索介整個人直接傻眼了。誰能想到站在這裡的居然是丹輝？這下徹底撞槍口上了。偉大的英雄丹輝，他怎麼會在這裡？還沒等他緩過神來，對面的丹輝搶先一步質問：“你在這幹什麼？”索介氣不打一處來，大聲反駁：“這話應該我問你才對吧？你現在不是應該在房間裡睡覺嗎？”丹輝也毫不示弱地喊了回去：“這也是我想問你的。”這下好了，兩個人大眼瞪小眼，直接在原地僵住了。索介腦子飛快地轉着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這家伙跟自己一樣，也是偷偷溜出來的。看着對方那一臉尷尬的表情，索介心裡更加篤定了，絕對被自己猜中了。不過他為什麼要偷偷溜出來？他又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？自己明明在離開前仔細確認過的。那顆散發着微光的仙丹，看這成色，絕對就是自己要找的寶貝。索介心裡直犯嘀咕，難道這家伙也是衝着仙丹來的？可仔細一想，剛才看到的畫面不對勁，他根本不是來拿仙丹的，反而是把仙丹放進了盒子裡。這感覺就像是故意留在這裡一樣。難道說他是故意在這裡制造一場偶遇，就好像早就料到衡山派未來的弟子會找到這裡一樣？丹輝敲了敲盒子，說：“從洞庭湖開始就覺得這丫頭不對勁了。沒想到她不僅能隱藏氣息，甚至連在房間裡的時候都把她也給騙了。在這個只有正道、邪道和魔教的世界裡，難道還有別的勢力存在？”索介看着他的背影，心裡直犯嘀咕。剛才丹輝看他的眼神明顯帶着懷疑，想要提前安排好這一切，絕對不是一個人能辦到的。如果背後真的有什麼神秘組織，丹輝也絕對不可能是頭目，因為這家伙做事丟三拉四的，根本不像能獨當一面的人。就算自己是個穿越者，可剛才丹輝布置機緣的時候，居然被一個孩子給撞破了，這破綻留的也太明顯了，有意思了。就在這時，黑暗中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丹輝恭敬地行禮喊了一聲師傅。索介整個人都懵了，師傅？難道說就是那個看起來像幕後大 boss 的男人？這個突然出現的白衣男子到底是什麼來頭？誰能想到這個被丹輝尊稱為師傅的人，居然就這麼直接露面了？索介整個人都看呆了，這人看起來怎麼這麼年輕？在他的預想中，幕後黑手怎麼也得是個老頭子，可眼前這人不僅身形挺拔，渾身上下還透着清冷的氣質。更奇怪的是，從他的穿着打扮上，根本看不出是正道還是邪派。索介忍不住開口問：“你到底是誰？”白衣男子微微轉過頭，聲音清亮的沒有一絲雜質。他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小家伙，問別人名字之前，是不是應該先自報家門？”接着他又追問：“順便解釋一下，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”這下可把索介給問住了。白衣男子語氣平淡，說自己平時對小孩子挺寬容，但既然被撞見了，就不得不懷疑索介是哪來的探子。要是還想活命的話，最好老實交代。這股無形的壓迫感讓索介整個人都僵住了。這人絕對就是幕後黑手，要是說錯一個字，今天怕是得交代在這了。
索介不敢再隱瞞，結結巴巴的自報家門說自己叫索介。白衣男子居高臨下的看着他，問他到底有什麼目的。索介二話不說，直接撲通一聲跪了下去。誰能想到索介這一跪，居然直接喊着要拜師。他大声喊着：“請收我為徒吧！”這一招以退為進，直接把在場的人都給整不會了。索介心裡其實算盤打得啪啪響，既然這人是幕後黑手，那實力絕對深不可測。要是能抱上這條大腿，以後在江湖上還不是橫着走？可白衣男子根本不吃這一套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氣氛一下子變得無比尷尬。白衣男子嘆了口氣，對旁邊的丹輝說：“這孩子怕不是個傻子吧？”丹輝在旁邊也只能尷尬地附和，看起來確實不太聰明。聽到這話，索介整個人都石化了，這跟他預想的劇本完全不一樣。不過這就是他和師傅的第一次見面。白衣男子緩緩開口，說自己已經聽到了他的自我介紹。接着他話鋒一轉，問索介到底是怎麼找到這地方來的。這問題可不好回答。索介腦子飛快地轉着，開始胡編亂造。他說自己本來只是想去上個廁所，結果看到今晚的月色實在太美，一時興起就想跑步，跑着跑着就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山洞。白衣男子聽完語氣裡滿是懷疑，問他就因為這個跑到了這裡。索介硬着頭皮點頭承認，其實他自己心裡也清楚這個借口編得有多爛，但沒辦法，那些在江湖上撞大運拿到奇遇的人，往往都是用這種離奇的借口來搪塞的。丹輝雙手抱胸，一臉不信的吐槽，這簡直是胡說八道。可白衣男子卻若有所思，覺得這事雖然聽着離譜，但仔細想想，這靈藥和機緣搞不好注定就是屬於這丫頭的。索介在旁邊聽得一愣一愣的，心想這大佬居然真信了。白衣男子接着分析，他原本推算過，大概3-4年後魔教有所行動時，衡山派的親傳弟子會和魔教老怪交手，最後躲到這裡發現這個機緣，只要那人拿到靈藥，就能壓制魔教維持平衡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這次是他算錯了。索介在一旁聽得冷汗直流，這些情報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提前知道的，除非是遊戲開發人員。索介心裡直犯嘀咕，這家伙怎麼會對未來的細節知道得這麼清楚？還沒等他想明白，白衣男子就招呼丹輝準備離開。這下索介急了，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大腿，怎麼能說走就走？而且對方根本沒回答他拜師的請求。眼看兩人就要走遠，索介一咬牙，直接把地上的盒子抱了起來。他大喊着提醒對方，這宝貝盒子落下了。白衣男子頭也沒回，淡淡的回了一句，那東西現在是你的了，不管是自己吃掉還是送給別人，都隨他的便，這大概就是天意。接着他又補充道，自己其實並不是什麼值得尊敬的高人，索介年紀還小，以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门派，要是以後有緣自然會再見面的。索介急得大喊，等等我！他根本不在乎什麼靈藥，也不想去別的门派，他只想拜一個真正強大的師傅。可白衣男子根本沒有停下腳步，直接帶着丹輝離開了。索介看着空荡荡的洞口，心裡一驚，要是現在不追上去，以後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他們了。而此時在洞外，白衣男子正對丹輝發难。他原本的計劃是讓丹輝去丐幫湖南分舵，找一個身手最快的人來拿靈藥，可沒想到丹輝居然帶了個小孩子回來。丹輝連忙解釋，這孩子完全符合師傅說的條件，他就是丐幫湖南分舵裡腳程最快的索介。白衣男子微微點頭，算是默認了丹輝的說法。他隔着斗笠往後瞧了一眼，只見索介正拼了命地在後面追趕。索介一邊跑一邊大喊，帶上我一起走啊！丹輝看着後面那小小的身影，有些擔憂的對師傅說，這丫頭好像拼得太凶了。白衣男子卻根本沒有停下的意思，只是冷冷的吩咐，再快點。丹輝雖然有些不忍，但也只能聽命行事。這下两人的速度再次提升，瞬間拉開了距離。索介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，对方的速度又變快了。他咬緊牙關想要加速，可身體卻在這個時候開始抗議，這下麻煩了。偏偏在這個時候，身體又開始掉鏈子。索介咬緊牙關，只能在心裡拼命告誡自己，必須得撐住。要是錯過了這次機會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江湖裡，他根本不可能活下去。可不管他怎麼拼命，前方的身影卻始終離得那麼遠，距離根本沒有縮短。索介心裡滿是委屈和不甘，明明是他們自己說要在丐幫找個腳程最快的人，那個人明明就是自己啊！他伸出手想要抓住那虛無縹緲的希望，大聲喊着自己會加倍努力，只要能帶上他一起走，讓他做什麼都行。就在索介快要撐不住的時候，前方的白衣男子突然停下脚步，回身一把將他接住。白衣男子叹了口气，真是個傻瓜。索介靠在對方懷裡，心裡卻在飛快地盤算，這家伙不僅對小孩子寬容，心腸也比想象中要軟得多，居然還會擔心他的安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利用他這份同情心好了。索介虛弱地道謝，心裡卻暗自得意，這下拜師的計劃算是成功了。索介猛地驚醒過來，整個人直接從床上彈了起來。他茫然地環顧四周，這地方陌生得很，根本不是之前那個山谷。看這屋裡的擺設，倒像是個醫館。索介心裡頓時涼了半截，不會吧？難道那個白衣男子直接把他隨便丟在一家醫館，然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了？這下可把他氣得夠嗆，好不容易才來上的師傅，怎麼一轉眼人就沒了？就在他抓狂的時候，門外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有人推門進來，淡淡的說了一句：“你醒了。”索介警惕地轉過頭去，來人手裡端着藥盤，看起來是個大夫。對方看着他，平靜地解釋道：“你已經整整昏迷了2天了。”索介打量着眼前高大的男人，心裡直犯嘀咕：這人難道是個大夫？男人坐到床邊示意要幫他把脈，索介只能乖乖配合，老老實實道了聲謝。
男人診脈十分仔細，連他腳上的傷勢也一併檢查了。索介忍不住開口打聽，這到底是哪裡？男人收回手回答，這裡是衡山的一處小醫館。衡山？索介有些懵了。男人接着解釋，是一個穿藍道袍的人送他來的。難道他不記得了嗎？藍道袍？索介腦子裡閃過一個畫面，他試探着問，是不是一個戴着竹笠、穿着藍衣服的男人？大夫點了點頭說，沒錯，就是他。索介鬆了一口氣，看來那人並沒有拋棄他。既然是穿藍道袍的人送他來的，那這裡肯定就是衡山了。就在這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問他是不是醒了。索介猛地轉過頭去，這聲音太耳熟了，推門進來的居然是丹輝。可索介定睛一看，整個人直接傻在原地。眼前這個男人長得也太俊美了吧，這跟他之前見到的丹輝根本不是同一張臉。丹輝看着他吃驚的樣子，忍不住笑出了聲，問他是不是因為自己變了樣，所以認不出來了。他笑着解釋，之前在外面的時候，自己其實戴了易容面具。索介心裡直犯嘀咕，易容術這種東西在江湖上不是用來做秘密任務的嗎？不過仔細一聽，這聲音和身形確實一模一樣，看來眼前這人真的就是丹輝。索介忍不住多看了兩眼，沒想到這家伙的真面目居然長得這麼好看。丹輝看着他，笑着說，他現在的氣色看起來好多了。就在這時，門外又走進來一個人。索介定睛一看，整個人直接愣住了，這不就是之前在洞庭湖畔遇到的那個穿藍道袍的人嗎？他今天沒有戴竹笠，那張臉毫無遮攔的露了出來。索介看的眼睛都直了，這人长得也太好看了一點。丹輝看着索介吃驚的模樣，有些無奈的解釋，自己現在這張臉確實是真的，之前在外面只是為了方便行事才戴上了易容面具。索介聽得一愣一愣的，趕緊用手捂住嘴巴。他忍不住多看了丹輝幾眼，不得不承認，這家伙的真面目確實俊美非凡，屬於那種讓人看一眼就容易心生好感的美男子。不過相比起丹輝的俊美，索介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旁邊那個穿藍道袍的男人吸引了過去。這人身上有種說不出的仙氣，就像是從畫裡走出來的神仙一樣。索介心裡直犯嘀咕，他該不會是已經得到成仙的武林高人吧？要是這樣，那他豈不是不能當自己的師傅了？想到這，索介忍不住開口問，您難道是天上的神仙嗎？旁邊站着的丹輝一聽，有些無奈地打斷他，小鬼，馬屁拍到這裡就夠了，師傅可不吃你這一套。可還沒等丹輝把話說完，白衣男子就微微側過頭，淡淡的吩咐了一句，丹輝，你先安靜一會兒。丹輝整個人都愣了一下，雖然心裡納悶，但也只能老老實實的答應，是師傅。不會吧，師傅居然很受用這種小孩子的奉承。就在這時，白衣男子微微低頭看了索介一眼。索介見狀，心裡忍不住暗自得意，誰讓丹輝這家伙平時總愛捉弄他，這下吃瘪了吧？他忍不住捂着嘴偷笑起來。丹輝在一旁看得咬牙切齒，這小鬼真是太囂張了。大夫一邊收拾東西，一邊向白衣男子匯報索介的情況。這孩子之前可能是因為太緊張，肌肉有些緊繃，不過現在已經完全放鬆下來，身體好得很。自己順便檢查了一下這孩子的武功底子，發現他身上根本沒有練過武的痕跡。白衣男子聽完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語，看來他確實不是什麼探子。索介在一旁聽得心裡一驚，這家伙居然連這個都防着，難怪之前檢查得那麼仔細。就在這時，白衣男子突然轉過頭看着他，問他是不是真的想拜自己為師。索介一聽，立刻大聲回答，是的，我願意。白衣男子微微一笑，接着問他，你這麼拼命想拜師，應該不只是因為害怕眼前的處境吧？畢竟你本來可以直接把那顆靈藥占為己有的。索介大聲嚷嚷着，自己根本不需要那顆靈藥。白衣男子微微側過頭問他，那你甚至知道我是誰嗎？索介理直氣壯地回答，不知道。白衣男子有些無奈，說他連自己的門派都一無所知，居然就敢這樣盲目的求着要拜師。索介一聽，立刻拍着胸脯大喊，沒錯，那個人就是我。白衣男子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真不知道該拿這丫頭怎麼辦才好。旁邊的丹輝也忍不住吐槽，自己早就說過這小鬼絕對不是一般的傻。索介在一旁嘿嘿傻笑，心裡卻在暗自得意，雖然自己看起來像是在胡鬧，但實際上這正是他想要達到的效果。這位白衣道人明明可以在洞庭湖就把他丟下，但他並沒有這麼做，這恰恰證明了那白衣道人是個心軟的善人。換句話說，只要自己繼續裝傻充愣，表現得越像個什麼都不懂的笨蛋，就越能激起對方的同情心，讓他根本狠不下心來拋棄自己。索介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啪啪響，只要繼續裝可憐，對方遲早得收自己當徒弟。當個小孩子真是太方便了，他在心裡已經直接管對方叫師傅了。為了能順利拜師，這裝傻充愣的計劃必須得貫徹到底。就在這時，白衣男子在屋裡朝他招了招手，叫他過去。索介趕緊脆生生的答應了一聲，一路小跑着過去。他二話不說，直接一頭扎進對方懷裡撒嬌。旁邊的丹輝看得直翻白眼，這小鬼又在裝可愛博同情了。白衣男子輕輕摸了摸他的頭，語氣卻有些沉重，江湖這地方一旦踏入，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，以後的每一天都會是煎熬，這裡實在太殘酷了，可不是因為一時覺得好玩就能隨便闖進來的。以他現在的年紀，想在那種地方活下去還太早了。即便如此，他真的做好準備了嗎？索介沒有絲毫猶豫，大聲回答，是的，我準備好了。其實沒人比他更清楚這個世界到底有多殘酷無情，因为他就是這個遊戲故事的創作者。那些玩這個遊戲的玩家們，一邊抱怨着關卡和任務太折磨人，一邊又樂此不疲地沉浸其中。因為挑戰越是艱難，當角色最終登頂的那一刻，光芒就會越發耀眼。但對於像他這樣
在這個世界裡，連名字都沒有的龍套來說，稍有不慎下場就只有死路一條。在這個正邪兩派和玩家橫行的世界裡，找個靠山躲起來才是最聰明的活法。索介緊緊抓着白衣男子的衣角，說不管怎麼躲，最後都免不了被捲入江湖恩怨。以前當乞丐的時候，天天看着客棧被砸，百姓被搶，街上到處都是打打殺殺，這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就算只想安分守己的過日子，也隨時可能被奪走一切。所以他不想窩囊的死掉，他想變得足夠強大，去保護那些和他一樣無助的人。索介抬起頭，一臉崇拜地看着白衣男子，說在他見過的人裡，師傅是最厲害最帥氣的一個，他再次懇求，請收他為徒吧。說完這些，索介在心裡暗自得意，這番話聽起來簡直無懈可擊。索介心裡暗自慶幸，幸好自己提前準備了這套說辭，就為了今天能順利拜師。而且剛才那番話還順帶拍了對方的馬屁，這下他肯定會覺得自己是個懂事的好孩子。可對方聽完卻只是面無表情地看着他，這反應讓索介心裡有點沒底。白衣男子突然開口，把手給我。索介愣了一下，趕緊乖乖把手遞了過去。在習武之人的世界裡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，那就是絕对不能輕易觸碰別人的身體，因為只要一搭手，對方體內的內力流動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。所以這種身體檢查，除非是關係極度親密的師徒，或者是結拜兄弟，否則是絕對不會輕易做的。白衣男子現在主動來探他的脈，這意思難道是……這一刻，索介心裡懸着的石頭終於落了地，這只手一牽，就意味着他終於肯收自己為徒了。白衣男子握住索介的手，仔細探查着他體內的經脈。索介緊張的不行，急切的詢問情況。白衣男子沉吟片刻，說只要路子走對以後必成大器。索介一聽，頓時興奮起來，以為自己是百年一遇的練武奇才。他湊過去小聲詢問，自己平時總覺得身上發冷，難道是傳說中的至陰之體？白衣男子有些無奈，問他是從哪裡學來這些詞的。索介嘿嘿一笑，說以前在丐幫聽人說過。白衣男子有些疑惑，問他現在難道不是丐幫的人了？索介一臉得意，說自己把分舵主的頭打破之後，就直接逃了出來。白衣男子收回手，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，說他根本不是什麼至陰之體。索介頓時泄了氣，還以為自己能當個冰系武學天才。他不死心的又問，那難道是至陽之體？白衣男子搖了搖頭，說也不是。索介還不放棄，又湊過去問，那會不會是傳說中的天武之體？白衣男子有些哭笑不得，說他這夢做的可真夠大。索介頓時一臉沮喪。白衣男子看着他，語氣突然變得有些神秘，說至於他到底是什麼體質？索介立刻緊張起來，連大氣都不敢喘。結果白衣男子突然笑出了聲，說其實就是最普通的體質，根本沒什麼特別的。索介整個人直接傻在原地。白衣男子看着索介，說他其實就是個身體健康的普通人。接着又說，看他這身子骨，大概也就8歲左右，在他昏迷的時候，一直是丹輝在照顧他，只要以後好好吃飯睡覺，再跟着好好練功，身體養好了，自然能成大器。索介一聽，整個人都懵了，覺得這根本不可能。他急切地追問，那為什麼自己每次跑得快的時候，肚子裡就會有一股熱氣翻滾，而且身體還會一會兒冷一會兒熱？白衣男子聽完也覺得有些奇怪。白衣男子開始解釋，普通人和武者的區別就在於能不能感受到丹田，並且用功法在丹田裡積蓄內力。可奇怪的是，索介明明沒有丹田，也從來沒有練過武功，體內卻偏偏有內力，而且這股內力還多得不像話，簡直就像一頭吃飽喝足的豬。索介一聽，整個人都不好了，這算什麼奇怪的形容？白衣男子接着說，還不止這些，他體內的內力不僅多，而且極其純淨，這讓白衣男子更加疑惑，也許他並不是沒有丹田。白衣男子接着推測，也許索介的整個身體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容器。他指着索介的身體說，尤其是這個地方，正有大量的內力在瘋狂湧動。原來索介是在無意識中不斷抽取並使用這股力量，但因為沒有丹田來儲存和調節，才會導致身體忽冷忽熱，甚至產生劇烈的痛苦。索介這下終於想通了，難怪自己跑得快時身體會有怪異反應，原來是在不知不覺中動用了內力。白衣男子有些好奇地問，他是不是在什麼地方吃過絕世神藥，否則體內不可能有這麼龐大的能量？索介有些心虛地回答，在他的記憶裡從來沒有吃過什麼靈丹妙藥。不過他突然想到，自己唯一一次嘗試去搶藥，就是在洞庭湖的那次。如果是在他穿越到這具身體之前，原主吃過什麼東西呢？看來關於這體質的秘密，恐怕只有原主自己才知道了。白衣男子嘆了口氣，說他想學武功倒是件好事，畢竟要是讓江湖上的人知道他體內藏着這麼龐大又純淨的內力，那麻煩可就大了，肯定會有邪門歪道盯上他，把他抓去當成練功的祭品，吸乾內力再灭口。索介一聽，整個人都嚇傻了，趕緊轉頭向旁邊的大夫求證，可大夫也只是尷尬的笑了笑，根本不敢接話。索介又眼巴巴地看着白衣男子，希望他能說句安慰的話，可對方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一言不發。這下索介徹底慌了，白衣男子這才慢悠悠地開口說，所以從現在開始他必須拼命練功，強到沒人能綁架他才行。索介直接崩潰，忍不住大喊，師傅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可白衣男子卻愣了一下，反問他叫誰師傅呢？自己什麼時候答應收徒了？索介這下徹底懵了，之前不是都牽手了嗎？怎麼一轉眼就不認賬了？白衣男子微微一笑，說自己可還沒答應收他當弟子呢。這下可好，索介直接傻在原地，合着剛才的深情表白全都白費了。
白衣男子轉過身去，語氣平靜地對索介說：“自己的想法其實從一開始就沒變過，這裡根本不適合一個小孩子待着，而且他年紀太小，要是無端暴露了那特殊的體質，只會招來殺身之禍。所以他把選擇權交到了索介自己手裡。”白衣男子告訴他，這裡是衡山7峰之一的青山峰，他可以先走出這間醫館，去外面好好看一看，去親眼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這裡的環境和生活。白衣男子微微一笑，接着說：“如果他能通過入門考核，去和未來的師兄們打個招呼，那自己就會正式收他為徒。”索介一聽，整個人都興奮起來，這意思就是只要通過考核就能拜師。他立刻大聲回答：“自己一定會成功的。”等索介興奮地跑出醫館，站在山崖邊往下看時，整個人都驚呆了。看着腳下翻滾的雲海，他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，這種雲霧就在腳下的感覺實在是太奇妙了。索介趴在懸崖邊往下看，這地方簡直就是個天然要塞，要是從這掉下去，絕對是十死無生。就在他看得出神时，肩膀突然被人從後面一把按住，一個聲音冷不丁地響起：“喂，小鬼！”索介嚇得大叫一聲，魂都快飛了。轉頭一看，居然是丹輝，他趕緊拍馬屁叫了聲大俠。丹輝倒是不吃這一套，只說要是看夠了就跟他走。索介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跳都快停了。等跟着丹輝回到屋裡，索介還在四處張望。丹輝冷冷地警告他，以後少借着熟悉地形的借口，一個人在閣樓外面瞎轉悠，要是迷了路，估計得在山裡困上1個星期，才有人能找到他。索介一路小跑着，緊緊跟在丹輝身後。丹輝指着一間屋子，介紹：“這裡是存放珍貴靈藥的儲藏室。”接着他又指了指隔壁，警告索介千萬別亂闖。索介看着眼前這巨大的庫房，整個人都傻眼了，這地方怎麼大得這麼離譜？隨後丹輝帶他來到一片水池旁，提醒他這水很深，千萬別掉下去。丹輝語氣平靜地補充：“因為這底下養着一條水蟒。”聽到有水蟒，索介嚇得直哆嗦。可當他低頭看去，整個人直接愣住了。這水裡游着的難道是傳說中的萬年活力？這體型也太誇張了吧！索介在心裡直犯嘀咕。儲藏室裡放着空明石乳，水池裡還養着萬年活力和水蟒，這可都是江湖上百年難得一見的寶貝。這地方到底是什麼神仙去處？丹輝在前面催促，要是再不聽話跟上，就把他一個人丟在這。索介趕緊回過神來，一路小跑着跟了上去。接下來，丹輝帶着他把整座建築都轉了一遍。這一路上見到的各種奇珍異寶，讓索介看得眼花繚亂，嘴巴就沒合攏過。這一圈逛下來，索介累得直接癱在椅子上，魂都快飄出來了。他忍不住小聲嘀咕：“這地方該不會是神仙住的仙境吧？”旁邊站着的丹輝雙手抱胸，冷冷地回了句：“絕對不是。”索介撇了撇嘴，心想：如果是仙境，像丹輝這種冷酷的家伙，怎麼可能待在這裡？沒想到這話被丹輝聽了個正着，他額頭上青筋暴起，沒好氣地質問：“這小鬼到底什麼意思？”索介嚇得趕緊吹起口哨，裝傻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。丹輝看着他這副無賴樣，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。他走到索介身邊坐下，語氣突然變得嚴肅起來。丹輝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問：“喂，小鬼，你其實是在裝傻吧？”索介心裡咯噔一下，一個乞丐要是表現得太聰明，可不見得是好事。他只能硬着頭皮承認自己確實是裝的。至於對付跳蚤的招數，那真的是他的終極絕招。丹輝一陣無語，懶得聽他胡扯，又追問他大半夜怎麼會走到那個山洞。索介只能繼續編瞎話，說當時月色太美，自己順着路走，剛好就碰到了大俠。丹輝看着他，直言他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。索介也來了好奇心，他和那個藍袍道士到底在武林中謀劃什麼？丹輝嘆了口氣，解釋這裡不同於任何門派世家，師傅走的路既非正道，也非邪道。索介有些聽不懂了，那到底是什麼路？丹輝神色凝重，說師傅在暗中監視着正邪兩道，甚至魔教，只為引導世界走向流血最少的未來。索介整個人都聽傻了，這遊戲裡的角色居然在做拯救世界的大事。丹輝繼續說道：“師傅無所不知，江湖上的一切，甚至未來都逃不過他的眼睛。在自己心裡，師傅就是這世上最偉大的人。”索介聽得目瞪口呆，這個在遊戲劇情裡從未出現的人，居然是幕後的大 boss。不過這也讓他看到了希望，只要抱緊這條大腿，以後絕對能橫着走。丹輝的語氣突然嚴肅起來，警告他，如果現在想退出，是最後的機會，他會用術法抹去他的記憶，送他回普通人的世界。索介低着頭，說自己以前過着最普通的生活。隨後他猛地抬頭，大聲反問：“既然這裡在做這麼了不起的大事，自己怎麼可能還想回去？在幕後操控世界，簡直太酷了！”丹輝被他這一通馬屁拍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輕咳一聲打斷了他。索介有些疑惑，丹輝看着他說：“以後別再叫大俠了，應該叫師兄。”索介愣了一下，丹輝微微一笑，伸手點了點他的額頭。索介頓時心花怒放，甜甜地喊了一聲：“丹輝師兄！”轉眼到了第二天清晨，谷中傳來陣陣鐘聲。索介打着哈欠走出房間，突然聞到空氣中飄來一陣誘人的香味。他順着香味推開一扇木門，屋裡的男人聽到動靜，轉過頭跟他打招呼。索介立刻精神抖擻地大喊：“早上好！”主動詢問需不需要幫忙。別看他年紀小，力氣可大着呢。男人看着他活潑的樣子，無奈地笑了笑，說：“比起幫忙，自己更想知道他的名字。”索介大聲自我介紹，說自己叫索介。閒學一邊切菜一邊搭話，說：“難怪他之前在丐幫，這性格確實外向。”索介湊過去問自己是不是該叫他大師兄。閒學切菜的手頓了一下，好奇地問他是怎麼看出來的。索介得意地解釋，因為丹輝師兄每次面對他時態度都特別恭敬，而且
之前他給自己檢查身體的手法和師傅一模一樣。賢學大方承認自己的醫術確實是跟師傅學的。他溫和的自我介紹，自己叫賢學，是目前入門時間最長的弟子。索介立刻甜甜的改口，叫他賢學大師兄。賢學溫和的對索介說，希望他以後也能一直這樣說話，因為這能幫自己磨練心境。索介在心裡直犯嘀咕，這人可真夠奇怪的，但他也沒閒着，在旁邊找起事情做。賢學突然想起來，師傅是不是交代過讓他去跟所有的師兄打個招呼？索介點了點頭。賢學指了指外面，說最小的那個師兄就在那邊，因為他平時很少出來，所以自己總是单獨給他準備飯菜，這剛好是個自我介紹的機會，就由索介送過去吧。大師兄這招真是妙，直接給索介找了個完美的借口。索介高興壞了，大聲謝過大師兄，端着飯菜就跑了出去。可他怎麼也沒想到，這送飯的路居然這麼難走。看着眼前高聳入雲的台階，索介累得直犯嘀咕。好不容易爬到山頂，他站在緊閉的木門前，試探着問了一句：“有人在嗎？”裡面卻一點動靜都沒有，安靜的有些反常。這最後一個師兄到底會是個什麼樣的人？大師兄成熟穩重，丹輝師兄是個大帥哥，那這最後一個該不會也是個美男子吧？伴隨着吱呀一聲，木門緩緩打開，一個長髮披肩的清秀少年有些疑惑地探出頭來。索介整個人都愣住了，這最後一個師兄居然這麼年輕。他反應極快，立刻換上笑臉打招呼，說自己是來送早飯的。可對方根本不領情，冷着臉就要關門。索介眼疾手快，直接用身體把門掐住。還沒等他發作，少年的注意力突然被托盤吸引，嫌棄地問：“這早飯是不是他做的？真是有夠醜的。”接着又冷冷地問他到底是誰。這下輪到索介傻眼了。索介深吸了一口氣，在心裡勸自己別跟小屁孩計較。他擠出笑臉，自我介紹，說自己叫索介，是師傅剛剛收下的新弟子。少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沒好氣的嘲諷：“就憑你這個小乞丐？”索介瞪大眼睛，心虛的解釋自己前幾天確實是乞丐，是大師兄賢學讓他來送飯，順便介紹自己的。少年聽完一臉不耐煩，抱怨賢學師兄總是做這些多餘的事。索介也不介意，又一臉期待的問師兄叫什麼名字。結果對方根本不吃這一套，直接黑了臉，大吼一聲滾開，隨後砰的一聲把門死死關上。索介端着空托盤往回走，嘴裡忍不住嘟囔，說自己剛去送飯，就被那個叫滾開的師兄轟了出來。丹輝突然從後面冒了出來，笑着調侃那小子真是一點沒變，就算有了新來的小師妹，態度還是這麼差。索介嚇了一跳，沒好氣地問他：“你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偷看的？”丹輝笑了笑，大概是從那句真是有夠醜的開始吧。索介頓時有些無語。丹輝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別放在心上，不過該打的招呼還是得打。走吧，我們先去給師傅請安。兩人一邊走下台階，丹輝一邊介紹起那個冷淡的少年，說那家伙的名字其實叫廣英，主要擅長音律和機關陣法，來到青龍峰的時間並不長。不過即便如此，師傅還是在收了他之後，很快又收留了索介。索介有些好奇，那他到底多大了？看着好像跟自己差不多。丹輝開始給他算賬，說廣英比索介大7歲左右，而大師兄賢學又比丹輝大8歲，丹輝和廣英之間差了5歲。如果把他們3個的年齡加在一起再乘以2，那就是師傅的年紀了。現在你算算看。索介听完這串複雜的數字，整個人直接懵了。不管怎麼說，這3位師兄總算是都見過了。索介蹲在地上，拿着樹枝開始盤算。首先是師傅，126歲的高齡，妥妥的世外高人。接着是28歲的大師兄賢學，精通醫術，管理着整個青龍峰的日常。然後是20歲的二師兄丹輝，主要負責幫師傅跑腿半岔。最後就是15歲的廣英了，專攻音律和機關陣法。不過這最後一位師兄脾氣可真不是一般的差。屋裡突然傳來一聲怒吼，說湯都涼了，自己根本不吃這玩意兒。緊接着就是一陣砸東西的動靜。索介嚇得縮了縮脖子，看來這位廣英師兄是真的很討厭自己啊。師傅把索介抱在懷裡安慰，廣英那孩子就是那個脾氣，別太往心裡去，凡事都需要時間。接着師傅又問，在這裡待了幾天，對幾位師兄有沒有多了解一些？索介老老實實的回答，他們雖然年輕，但感覺在各自的領域裡都已經是非常厲害的高手了。師傅微微一笑，其實這幾位師兄都沒有姓氏，因為他們在來到這裡之前就已經放棄了原本的家族和親人。索介一聽連忙說自己也是這樣，根本沒有姓氏。師傅摸了摸他的頭，看來你和師兄們確實有共同點。接着師傅的語氣突然變得嚴肅，你真的決定要留在這裡了嗎？索介毫不猶豫地回答，是的，我想留下來。師傅嘆了口氣，既然如此，也是時候告訴你這裡到底是做什麼的了。我們不屬於正道，也不屬於邪道或魔教，我們的任務是暗中引導武林中的各種奇遇，以此來維持各方勢力之間的平衡。雖然我們一直在維持這種平衡，但其實得不到任何回報，我們只是在暗中牽線搭橋，引導那些本該相遇的人，讓這個世界朝着正確的方向運轉。而我們能得到的，僅僅是守護世界後的那份安心，以及看着命運不斷輪迴的喜悅。師傅看着索介，問他真的準備好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了嗎？索介心裡簡直樂開了花，看來自己猜的沒錯，師傅果然是那個在幕後操控一切的終極大佬，不屬於任何門派，卻能維持所有勢力的平衡，這不就是整個武林的主宰嗎？對於一個穿越到遊戲世界的人來說，還有比這更安全、更完美的靠山嗎？想到這，索介立刻表態，大聲對師傅說，請一定要收下我。師傅看着他這副堅決的樣子，笑着說，既然你都這麼說了，那我也只能收下你了。接着師傅把他抱起來，有些好奇地問，對了，你喜歡你現在的名字嗎？索介有些沒反應過來，
問自己的名字怎麼了。師傅摸着他的頭解釋，你名字裡的那個介字，在俗語裡其實是乞丐的意思，任何人聽了都會覺得你是丐幫出身，這聽起來就像是個甩不掉的烙印。師傅看着他問，要不要把這個名字丟掉？索介有些懵了，那自己以後難道要直接叫阿索嗎？師傅被他逗得笑出了聲，那当然不行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話，我想給你重新取一個名字。索介一聽，高興地直點頭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師傅想了想，那不如叫素英怎麼樣？保留原本代表嬌小的素字，再加一個代表繁花似錦的英字，合起來就是素英。師傅接着解釋，以後行走江湖，隨時可以再取一個听起來威風的綽號，但真正的名字最好還是用這種能讓人感受到被愛着的字眼。素英小聲念叨着這個新名字，心裡美滋滋的。師傅有些好奇地問，怎麼突然露出這種表情？素英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，因為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話，感覺有點害羞。師傅笑了笑，問他想不想看點有趣的東西。在未來當你武功大成的時候，火紅的花朵將在樹梢綻放，讓整個世界都沐浴在光芒之中，帶着這個寓意，你以後的名字就叫素英了。素英有些不敢相信地問，師傅，我以後真的能做到那種事嗎？師傅笑着回答，那是當然，在你能獨自修煉之前，我會親自引導你來像這樣把身體坐直。素英乖巧地回答，好的師傅。師傅一邊引導他一邊解釋說，我會教你如何引導體內的內力，並讓真氣運轉起來。現在我會注入一些我的真氣來引導你，你跟着我的感覺一步步來。素英認真地回答，明白了。師傅接着指導他，深呼吸，順着你的後背和胸口中心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經脈上，一直向下引導到丹田。普通人必須吸收真氣並在經脈中運轉，但你根本不需要這樣，因為你的身體本身就已經是純淨的真氣了。師傅溫和地對素英說，今天就先到這裡，明天這個時間我們再繼續。素英整個人已經累得快虛脫了，趕緊彎腰道謝，謝謝師傅。他這副搖搖晃晃的樣子，剛好被路過的丹輝撞得正着。丹輝有些納悶地問師傅，這小家伙怎麼變成這樣了？師傅笑着解釋，因為他今天一天之內就把氣血運行的法門全學會了，現在估計是累壞了。丹輝一聽，整個人都傻了，這怎麼可能？他看着素英那搖搖晃晃的背影，忍不住嘀咕，師傅，你確定他還清醒嗎？要是他被嚇跑了怎麼辦？這丫頭連15歲都不到，居然已經完成了大周天運轉。師傅倒是一臉淡定，雖然有我的引導，但素英確實是個難得的練武奇才，僅僅用了幾個時辰就打通了全身所有的經脈。丹輝聽得目瞪口呆。師傅看着遠處的素英笑着說，所以他以後不管學什麼內功心法，都絕对是輕而易舉。丹輝端着茶盤走進來，對師傅提議，最好還是讓廣英來挑選，作為他入門修行的第一步。接着他又有些疑惑地問，這難道不就等於是天生武學奇才的體質嗎？師傅端起茶杯解釋說，這並不是因為他的體質特殊，而是因為他體內蘊含着一股極其獨特的內力，所以如果他不能好好控制這股力量，那這股力量就會變成劇毒，甚至比完全沒有內力還要糟糕。師傅看着茶杯嘆了口氣說，這孩子以後的路還長着呢。丹輝看着師傅有些不解地問，既然如此，您為什麼還執意要收他為徒？您和那孩子之間這看似巧合的相遇，難道也是您刻意安排好的嗎？師傅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微微一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而此時在另一邊，素英猛地從床上坐了起來，她看了看四周，發現天已經大亮了。新的一天開始，素英一大早就給自己打氣，今天也要繼續努力，為了能在這個地方站穩腳跟，不被師傅和師兄們趕走，她必須得主動表現得勤快點。她一推開門就元氣滿滿的大喊，師兄們，素英來了。賢學端着準備好的飯菜，有些心疼地問他，今天怎麼來的比昨天還早？每天早上給廣英送飯，難道不覺得累嗎？素英拍着胸脯保證一點都不累，這事包在他身上就行。說完，他端起茶盤一溜煙就跑了，說自己去就回。畢竟廣英師兄整天待在閣樓裡不出來，想要跟他搞好關係就只能主動送上門去。結果半路上剛好碰到了迎面走來的丹輝。丹輝有些好奇地問，小家伙，你這是又去送早飯啊？素英大聲回答，是的。丹輝看着他這副風風火火的樣子，笑着說，你還真是夠辛苦的。接着他湊過去神神秘秘地問，想不想聽個好消息？是關於廣英的秘密哦。可還沒等他把話說完，素英直接從他身邊繞了過去，大喊着說，師兄對不起，我現在很急，湯要是涼了就不好喝了。這下輪到丹輝愣在原地了。素英端着托盤一鼓作氣爬上了台階，他有些驚喜地發現自己的體力好像變好了，這次爬上來居然沒覺得有多累。他走到門前，正準備像往常一樣敲門，結果手還沒碰到門板，門居然自己緩緩開了一條縫。素英有些納悶，這是什麼情況？難道是讓自己直接進去的意思嗎？他順着門縫往裡瞧了瞧，突然反應過來，今天早上好像確實沒聽到鐘聲，難道是出什麼事了？素英推開房門，大聲喊着廣英師兄。一進屋他就看呆了，屋裡密密麻麻全是書架，簡直就像個藏書閣。他端着托盤往裡走，發現廣英正趴在桌上睡熟了，還發出輕微的呼吸聲。素英鬆了一口氣，輕手輕腳的走過去準備放下飯菜。可就在這時，他突然發現了不對勁。素英湊近一看，發現廣英眼角掛着淚痕，嘴裡還迷迷糊糊的喊着媽媽。這到底是做了什麼傷心的夢？他試探着往前挪了一步，這細微的動靜瞬間驚醒了廣英。還沒等素英反應過來，廣英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接着猛地將他拽了過去，咬牙質問，怎麼是你？廣英猛地一甩手，直接把素英推倒在地上。他揉着太陽穴，沒好氣地質問，誰讓你進來的？素英委屈的站起來大喊，我敲門了
是你自己沒回應，而且飯涼了你又要發脾氣，這可是賢學師兄辛苦做的。廣英一時語塞，有些尷尬的扭過頭去，解釋說在青龍峰不需要時刻警惕，所以才睡過頭了。素英好奇地問，聽說你來這裡也沒多久吧？廣英眉頭一皺問，是誰說的？素英老實回答，是丹輝師兄。接着他又忍不住追問，你當初為什麼決定拜師父為師呢？廣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說你這種小丫頭說了也不會懂。廣英坐在桌前，語氣低沉，說在這個世界上，有些人的出生本身就是罪惡，這就是為什麼他會在這裡，因為只有師父願意收留他。素英聽完心裡一緊，廣英自嘲地搖了搖頭，覺得自己沒必要跟小丫頭說這些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素英其實完全聽懂了，因為這個世界的背景設定就是他自己親手設計的。這裡有被滅門的鍋，也有背負叛徒之子罵名的可憐人，在這個殘酷的武林中，有太多理由讓出生變成罪惡。素英看着眼前的廣英，沒想到他背後還有這種身世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大聲說道，雖然你平時脾氣差，說話難聽，送飯不道謝，還睡過頭。說到這，素英自己都編不下去了，根本找不到誇獎的話。他尷尬地咳嗽2聲，接着說，反正我不知道你的出生為什麼是罪惡，但你能活到現在就說明你足夠強大。他握緊拳頭，元氣滿滿的鼓勵，我的目標也是變強，保護自己，所以我覺得你其實超級厲害。廣英聽完直接愣在原地，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廣英冷着臉說，既然你想要力量，為什麼不去纏着丹輝或者師父？還沒等素英解釋，廣英直接揪住他的後領，像拎小雞一樣把他拎了起來。他冷哼一聲，說送飯討好這招對他沒用。素英掙扎着大喊，是真心話。廣英根本不聽，直接把他扔了出去，並警告他以後不准再踏進這裡一步。大門砰的一聲關上，素英跌坐在地上，氣得直抓狂。這家伙到底有什麼毛病？不過他很快冷靜下來，拍拍灰塵站起身，不就是個青春期少年的壞脾氣嗎？真以為我搞不定你？素英回頭大喊，明天見，反正你明天還是得乖乖吃我送的飯。可他剛回到廚房，就聽到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。賢學轉過身告訴他，廣英剛才說了以後他會自己過來拿飯。看着一臉失落的素英，賢學笑着指了指桌上的早點，讓他先吃點早飯。看着熱騰騰的包子，素英頓時2眼放光，大口吃起來。吃飽喝足後，他一個人來到池塘邊坐下，忍不住嘆了口氣。素英看着水裡游動的魚兒，開始反思自己剛才的話是不是過分了。他伸手逗弄着水裡的魚，看着他們爭先恐後地游過來。素英忍不住嘆氣，連小魚都知道誰給吃的就跟誰親，既然這樣，那就算了吧。他直接往後一躺，宣布自己決定徹底放棄廣英了。反正人際交往不可能讓每個人滿意。他握緊拳頭，心想以後還是把精力放在別的地方，只要師父一直疼愛自己，能在這個安全的地方賴下去就足夠了。素英心裡其實挺不是滋味的，一想到廣英說他是個沒用的家伙，就忍不住嘆氣。整個青龍峰上好像就只有自己是個閒人。不過轉念一想，自己現在才8歲，沒用也是正常的，以後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。正胡思亂想時，肩膀上突然傳來異樣的觸感，他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只白色小蜥蜴。這小家伙順着衣服往上爬，把他蹭得直發癢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結果小家伙腳下一滑，直接從他身上摔了下去。素英擔心地看過去，下一秒卻整個人愣住了。地上的小布包裡放着師父送給他的那顆靈藥，沒想到這只小蜥蜴居然盯着靈藥饞得直流口水。素英試探着問他，你想要這個嗎？想要就用爪子拍2下地。小家伙居然真聽懂了，立刻在地上拍了2下。素英有些哭笑不得，反正這藥留着也沒用。他把靈藥拿出來遞過去，叮囑他吃了藥不准做壞事。小家伙一口吞下灵药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素英趴在池塘邊，有些擔心那只小蜥蜴会不會被水裡的千年火力吃掉。正看得出神，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，問他在幹嘛。素英轉頭一看，原來是丹輝師兄。丹輝手裡拿着個小布包走上前，看着水面調侃道，你要是再把臉湊得這麼近，小心水裡的水蛇直接一口把你給吞了。素英一臉不信的反問，你覺得我會信這種鬼話嗎？不過為了配合一下，他還是裝作害怕的樣子問，那丹輝師兄，你真的見過水蛇嗎？丹輝煞有介事的回答，當然見過，那家伙可恐怖了，一口就能把你這種小鬼吞下去。他一邊比划一邊接着說，而且水蛇快要飛升的时候，身體能隨意變大變小，小的時候能縮到手掌那麼大，大的時候能把整座山頭都吞了。為了飞升，他们對靈藥可是非常渴望的。丹輝隨口補充了一句，不過他們剛長出來的手腳就像蜥蜴一樣細細小小的。聽到這裡，素英整個人都傻了。蜥蜴，他腦子裡嗡的一聲，突然反應過來，自己剛才餵靈藥的那只小家伙該不會就是水蛇吧？這下可把他給整不會了，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呀？丹輝倒沒注意到他的異樣，擺了擺手說，行了，不說水蛇的事了。他把手裡的小布包遞過去，拿個點心塞進素英嘴裡。丹輝拍了拍素英的肩膀說，吃完這個就去找師父吧，他正在木椅那邊等着你呢。素英有些疑惑地問，師父？丹輝笑着點頭說，對啊，師父特意交代讓你過去一趟。接着丹輝話鋒一轉問，不過話說回來，今天不是你修煉的日子嗎？素英嘴裡塞得滿滿的，含糊不清地回答，不是啊。丹輝一聽，臉色唰的一下就變了，說，這下被我抓個正着吧。他雙手抱胸，開啟了說教模式。什麼叫不是修煉的日子？習武之人每天都得修煉，你以為這樣就能變強嗎？我之前教你的輕功，你到底有沒有複習？素英被訓得縮了縮脖子，趕緊找借口開溜，我這就去找師父。
說完，他一溜煙就跑沒影了，只留下丹輝在原地無奈的嘆氣。丹輝轉過身看着旁邊的角落問：“你躲在那幹嘛呢？”他看着走出來的人，笑着調侃道：“廣英，你就這麼不想碰到素英嗎？”他冷着臉說：“她不過是個油嘴滑舌的臭丫頭，我討厭她。”丹輝聽了卻不以為然，笑着反駁道：“她才8歲，能說得這麼有條理，不是很厲害嗎？”廣英一聽更來氣了，咬着牙抱怨：“那個沒用的丫頭，就是用那張油嘴滑舌的嘴把師傅給哄騙了。”他越說越激動：“我本來希望師傅的下一個弟子是能真正繼承我衣缽的人，為什麼師傅偏偏要收留一個毫無背景的乞丐丫頭？”丹輝被他吵得耳朵疼，有些無奈地問：“你既然這麼不滿，為什麼不直接去問師傅，反而跑來跟我抱怨？”廣英頓時被噎得說不出話來。丹輝收起笑容，認真地勸道：“這是師傅的決定，我們兩個的命都是師傅給的，誰都不應該去質疑他。”接着丹輝嘆了口氣說：“而且廣英，素英其實心裡都清楚，他知道你討厭他，你甚至還特意去跟玄學師兄說，讓素英以後別出現在你面前，對吧？”廣英抱着書有些委屈地解釋說：“那是因為他隨便闖進我的閣樓，還說羨慕我的力量，這簡直就像是在嘲笑我。反正我平時也不怎麼下山，所以我就跟玄學師兄說，以後別讓我們再碰面了。”丹輝聽完有些哭笑不得，伸手按住他的頭說：“青龍峰就這麼大點地方，你再怎麼躲，難道還能一輩子不見面嗎？”丹輝收起笑意，摸了摸他的頭，勸道：“我知道你上山前經歷過很多痛苦，但素英只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，你不要用自己曾經遭受過的冷眼去對待現在的孩子。”廣英聽了這話，整個人都愣在原地，腦海裡又浮現出那些痛苦的過去。丹輝接着說：“師傅說過素英以後會成為你的大幫手，就算你不相信我，難道連師傅的話也不信嗎？”廣英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“師傅真的這麼說過？”丹輝肯定地回答：“沒錯。”他溫柔地摸着廣英的頭髮說：“所以等下次素英再來找你的時候，別再把她趕走了，就當是答應師傅的請求好嗎？”廣英小聲嘀咕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丹輝有些好奇地問：“你剛剛說什麼呢？”廣英一聽嚇得趕緊連連搖頭，說：“沒什麼。”還沒等丹輝反應過來，廣英一轉身直接施展輕功跑沒影了。丹輝在後面大喊：“喂，對師兄放尊重點，還有把你的頭髮扎好，你這個小淘氣！”廣英捂着耳朵一路狂奔，根本不理會身後的喊聲。丹輝看着他遠去的背影，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。他心想，自己明明已經按照師傅的吩咐把話都帶到了，可事情怎麼會变成這樣？師傅有些擔憂地問：“所以素英和廣英之間的矛盾真的有那麼嚴重嗎？”丹輝嘆了口氣回答：“是啊，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”師傅抽了一口煙，淡淡的回答：“沒關係，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契機，接下來就讓素英自己去挑選心法和武功吧。”丹輝站在山坡上，心裡卻有些犯嘀咕：可是師傅素英真的能做到嗎？他有些擔憂的想，他畢竟還只是個孩子，真的能打開一個內心滿是傷痕的同齡人的心扉嗎？畫面一轉，素英一路小跑着來到樹下，大聲喊着師傅。師傅躺在長椅上，微微睜開眼說：“你來啦，素英。”素英有些興奮地問：“師傅，您找我有什麼事嗎？”師傅坐起身來看着他問：“你已經把所有的穴位都記住了，也學會怎麼寫下來了，對吧？”素英有些驕傲地大聲回答：“是的。”師傅笑着摸了摸他的頭，誇獎道：“你做得非常好，甚至比你的師兄們還要快。”素英被誇得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。師傅接着說：“現在你必須去找到適合你自己的心法和武功。”素英一聽，頓時兩眼放光：“太好了，我馬上就能變得更強了。”他有些期待地看着師傅問：“師傅，您会幫我挑選最適合我的心法和武功，對吧？”師傅直接一口回絕：“不行，你自己去真明閣選一本心法帶回來，我之後會幫你檢查。”素英有些不敢置信地確認：“去真明閣？”師傅肯定地回答：“沒錯。”素英頓時有些犯難了，可是真明閣那是廣英師兄的私人住處啊。師傅笑了笑說：“對啊，所以你不能去求他幫個忙嗎？”說完，師傅直接翻過身去，催促他趕緊去。素英整個人都傻了，心裡忍不住哀嚎：“師傅，您為什麼要給我出這種難題啊？”他急得直抓狂。廣英師兄明明才剛警告過他，絕對不准再踏進真明閣半步，這下可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。素英嘆了口氣，獨自一人踏上了前往真明閣的路。他一邊走一邊在心裡琢磨，在這個殘酷的武林世界裡生存，最重要的一條鐵律就是絕對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。不過既然這是師傅給他的第一個考驗，他就必須證明自己的價值，把心法秘籍親手帶回去。等他好不容易爬上山，來到真明閣大門前時，卻發現大門果然緊緊關閉着。素英有些犯難地在門口張望，心想這附近會不會有什麼狗洞能鑽過去？雖然可能性不大，但總得碰碰運氣。結果他沿着牆根一找，還真在草叢裡發現了一個缺口。素英頓時有些不敢置信，這麼結實的圍牆，怎麼會平白無故多出一個狗洞來？他突然反應過來，一定是丹輝師兄提前安排好的。素英心裡一陣感動，在心裡默默向丹輝道謝。素英順着牆根的缺口一溜煙鑽了進去，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，探頭往裡一瞧，發現院子裡靜悄悄的，人好像已經走了。他這才鬆了一口氣，輕手輕腳的往裡走。可還沒等他走上長廊，突然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來，素英嚇得倒吸一口涼氣，趕緊往旁邊的大桐中後面一躲。只見廣英手裡抱着一疊書信，正從長廊另一頭走過來。他似乎察覺到了什麼動靜，突然停下腳步，警惕地朝桐中的方向看了一眼。素英嚇得縮在桐中後面，動都不敢動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這要是剛進來就被抓個正着，那可就徹底完蛋了。
好在廣英看了一會兒，沒發現什麼異常，便轉過身繼續往前走去。聽到腳步聲漸漸遠去，素英這才小心翼翼地從桐中後面探出半個腦袋張望。他一邊在院子裡張望，一邊在腦海裡回憶，上次來這裡的時候，藏有秘籍的閣樓好像就在，找到了，就是這裡。素英興奮地跑過去，一把推開閣樓的大門。他剛抬腳跨進門檻，還沒來得及看清裡面的情況，腳下卻突然踩了個空。素英驚叫着直接摔了下去，只聽撲通一聲，他整個人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，吃了一嘴的灰。還沒等他爬起來，頭頂上突然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：“瞧瞧，這是誰啊？”素英抬頭一瞧，站在上面的居然是廣英師兄。這下事情徹底敗露了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要來？廣英居高臨下的看着坑底的素英，冷哼了一聲：“瞧瞧你這狼狽樣！”一根粗繩子直接扔到了素英面前。廣英在上面沒好氣的催促：“你還在那發什麼呆？還不趕緊順着繩子爬上來！”素英有些尷尬的抓了抓頭，小聲嘀咕着：“真是丟死人了！誰能想到屋裡居然還設了陷阱？”等他好不容易順着繩子爬出陷阱，廣英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怎麼現在沒話說了？”素英自知理虧，只能老老實實的低頭道歉：“對不起媽。”廣英冷哼了一聲，直接轉過身去，懶得再搭理他。素英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。廣英走了幾步，發現身後沒動靜，有些不耐煩地回頭：“你還愣在那幹嘛？還不快點跟上來！”素英一聽，頓時兩眼放光，趕緊大聲應道：“好咧，我這就來。”廣英冷着臉在前面帶路，素英一路小跑着跟在後面。廣英冷冷地丟下一句：“要是換做外人闖進來，我早就用毒殺了。”素英有些好奇地追問：“你早就知道我要來？”廣英頭也不回地反問：“你覺得呢？”素英有些委屈地嘀咕：“你之前明明說過，這裡禁止任何人進入的。”廣英冷哼了一聲：“就算我說了，你不還是照樣會來嗎？”素英被噎得沒話說，只能在心裡暗自嘆氣。廣英帶着他走進一間密室，淡淡的介紹道：“這裡就是藏書閣了。”素英看着滿屋子的藏書，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，但當他看清書架上的內容時，卻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“天哪，這些不是因為太邪惡而被列為禁術的魔功嗎？為什麼這裡會有這些東西？”廣英有些警惕地問：“什麼？你想學那個？”素英趕緊擺了擺手回答：“不想，那也太誇張了，讓我去學那種會毀了我的武功。”廣英轉過身去，淡淡地問：“那你到底想找什麼樣的書？”他指着滿屋子的書架，介紹道：“除了少數幾個門派創始人的獨門武功，這裡幾乎收錄了世上所有的武學秘籍，而且我平時也會不斷抄寫副本。”他一邊在書架上翻找，一邊接着說：“這裡有拳法、刀法、槍法、劍法和棍法，除此之外，還有關於機關和陷阱的書籍。”廣英有些不耐煩地補充道：“是丹輝師兄拜託我幫你的，所以我只幫你這一次，你最好考慮清楚再選。”素英一聽，頓時高興地直點頭：“太好了！”他忍不住在心裡歡呼：“真是太感謝丹輝師兄了，以後我一定管他叫親師兄。”素英看着眼前的各種武功秘籍，腦海裡開始糾結起來。說到闖蕩江湖，難道真的只能靠劍法嗎？不過拳法好像也不錯，畢竟就算手裡沒有武器，也隨時能夠反擊。至於棍法的話，看起來也挺威風的。素英想了想，眼神突然變得堅定起來。不行，既然我都已經費盡心思來到這裡了，那就只有這個選擇了。廣英看着眼前的素英問：“你決定好了嗎？”素英非常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選好了。”說完，他直接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。素英抱着書本，一臉興奮地大聲宣布：“我想學習關於機關和陷阱的知識，這就是機關陣法，對吧？”廣英一聽，整個人都愣住了，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“什麼？”他看着素英，再次確認道：“你想學機關陣法？”素英用力地點了點頭：“沒錯。”廣英有些急了，一把按住他的肩膀，追問：“你之前不是說想要變強嗎？那為什麼不選別的武功，偏偏要選這個？”素英理直氣壯地回答：“因為我覺得機關戰法才是最強的。”廣英被這個回答給整不會了，有些疑惑地問：“為什麼？”素英被問得有些心虛，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看對方這反應，素英心裡頓時有了底，看來青龍峰上的機關陣法確實都是廣英在負責。素英接着說：“之前我掉進陷阱的時候，要不是你手下留情，我根本就毫無還手之力，對吧？所以我覺得機關陣法才是最厲害的。”廣英有些不解地問：“難道你就不覺得這種手段很卑鄙嗎？”素英理直氣壯地回答：“卑鄙是卑鄙，但厲害也是真的厲害，而且只要能活下去，我才不在乎手段是不是卑鄙呢。”廣英聽完直接愣在原地，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怎麼反駁。廣英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別扭的小聲嘀咕了一句：“我本來還以為你根本不適合待在這個地方。”素英有些懵地問：“啊，你說什麼？”廣英一臉嚴肅地警告他：“江湖中人最看重俠義，他們根本容不下任何卑鄙的手段。你在外面說話最好小心點。”素英有些不服氣地反駁：“我以後只打算待在青龍峰上。”廣英冷哼一聲說：“這可由不得你，等你有了自保能力，就要像丹輝師兄一樣下山去替師傅辦事。”素英立刻反問回去：“可是你自己都幾乎不下山啊？”聽到這話，廣英一下子愣住了，有些說不出話來。他沉默了半晌，才低聲說：“我不能去外面的江湖。”素英有些好奇地問：“為什麼？”廣英轉過臉去，有些痛苦地回答：“因為我原本是南宮世家的人。”素英一聽，頓時驚得大叫起來：“就是那個在505大世家裡面排名第2的南宮世家嗎？”素英有些吃驚地問：“你是指那個南宮世家嗎？”廣英神色黯然地回答：“只是個旁支罷了。我當時沉迷於機關陣法，這在家族裡被視為無用的奇門淫巧，結果卻因此惹怒了本家，導致我們整個旁支被滿門抄斬。”聽到這裡，素英突然反應過來，這個故事他
好像在哪裡聽過，這不就是遊戲裡的劇情嗎？南宮本家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，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了旁支身上，然後将他們殘忍的滅門。後來主角成為天魔之後，才揭開了這樁慘案的真相，狠狠地打擊了那些所謂名門正派的聲譽。想到這，素英心裡頓時有些不是滋味，原來機關陣法背後竟然藏着這麼沉重的過去。就在這時，素英突然一拍手，大喊道：“廣英，我全都明白了，我終於知道你上次為什麼非要趕我走了，你其實是不想讓我也被捲進這些恩怨裡，對吧？如果因為惹怒了別人就要被滿門抄斬，這就是所謂的江湖俠義，那我寧願當一個膽小鬼。所以求求你教我機關陣法吧。”廣英整個人都愣住了，看着眼前這個真誠的女孩，一時間有些失神。素英突然咧嘴一笑，大聲保證道：“等我變強了，我一定会下山去替你報仇的。”听到這話，廣英有些不好意思地避開了視線。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，有些傲嬌地開口：“學習機關陣法可沒那麼容易，你必須先學會控制內力，像你這種笨蛋可做不到，必須得像我一樣聰明才行。”說完，他直接把手裡的書朝素英扔了過去。素英手忙腳亂地接住書，有些猛地看着他。廣英轉過身去，語氣也變得溫和了一些：“你先用這本心法修煉吧。學習機關陣法的事情以後再說，要是修煉的時候遇到了什麼問題，就來真明哥找我。”素英有些期待地問：“那我以後還能來嗎？”廣英沒好氣地反問：“不然呢？你還打算自己一個人瞎琢磨嗎？”聽到這話，素英頓時樂開了花，抱着秘籍大喊道：“謝謝師兄！”廣英有些傲嬌地轉過身去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：“拿到了就趕緊走。”素英乖巧地答應了一聲，便高高興興地退了出去。隨着閣樓大門在身後關上，素英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，她忍不住興奮地歡呼起來：“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！不僅順利拿到了心法秘籍，而且和廣英的關係似乎也緩和了不少。”不過冷靜下來後，素英心裡又有些犯嘀咕：真沒想到廣英居然就是南宮世家的那個幸存者，這可真是個意外的發現。素英看着天空，覺得一切似乎快要開始了。在這個世界裡，魔教作為天魔神教崛起，而那個未來會成為天魔的魔教奴隸，也就是這個世界的主角，即將迎來覺醒的契機。素英一邊跑下台階，一邊琢磨：那個主角現在應該過得很慘吧？不過自己根本沒必要替他擔心，畢竟那家伙以後可是要成為天魔的人，一隻兔子又何必去擔心一隻猛虎呢？反正他們以後也絕對不會有交集。當時素英確實是這麼想的。然而畫面一轉，在另一處陰暗潮濕的牢房裡，幾個衣衫襤褸的人被關在鐵籠中，其中一個人的腳踝上正死死地鎖着沉重的鐵鐐。那個人獨自蜷縮在陰暗的角落裡，身上那件破爛的乞丐服沾滿了灰塵和污漬。等素英一走，屋裡只剩下廣英一個人。既然那孩子都走了，你是不是也該把我放下來了？半空中，丹輝正被一張大網死死兜着，整個人吊在半空中。廣英叹了口氣說：“師兄，我早就警告過你，不要偷偷溜進這裡來。”丹輝在網裡晃了晃，倒是一點也不尷尬，反而笑着調侃起來：“不過說真的，你這機關術確實進步得挺快。要是換作去年，我閉着眼睛都能躲過去，結果今年我閉着眼睛還真被你給抓到了。”廣英在下面聽得直翻白眼，毫不客氣地拆穿他：“行了，你就別在這硬撐着吹牛了。”說完，廣英直接伸手拉下了旁邊的機關拉桿。丹輝從半空中穩穩落地，心裡暗自琢磨着，本來還擔心素英需要幫忙，現在看來是自己多慮了。他笑眯眯地湊到廣英身邊，調侃道：“喲，廣英，你今天特意把頭髮扎起來，是因為我之前囑咐過你要好好照顧新來的小師妹嗎？”廣英有些別扭地轉過臉去：“我只是覺得到了該檢查陷阱的時間，才順手扎起來的。”丹輝一臉看穿一切的表情：“行行行，隨你怎麼說吧。”看着廣英這副傲嬌的模樣，丹輝忍不住在心裡感嘆：說到底，廣英和素英都還只是孩子啊。不過仔細想想，素英那丫頭說不定比廣英還要成熟一些呢。畢竟能說出“如果這就是江湖俠義，那我寧願當個膽小鬼”這種話，可不像是一個8歲孩子能有的見識。他一把摟住廣英的肩膀，故意打趣道：“廣英啊，我是真沒想到你居然只用了1天時間，就對新來的小師妹這麼上心了呀。像你這麼傲嬌的人，居然會主動提出要親自教他機關陣法。”廣英一下子急了，大聲反駁道：“是他說就算自己笨也想學的。”丹輝笑着打趣：“哦，可你之前不是說只有聰明人才能學機關陣法嗎？其實素英那丫頭挺聰明的。”廣英被說的有些惱羞成怒：“隨便你怎麼說，反正師兄你最近別想再來我這了。”丹輝倒也不生氣：“那好吧，看來我買的糖葫蘆只能全給素英一個人吃了。”聽到有吃的，廣英頓時有些動搖。丹輝笑着拿出一塊點心，直接塞進了廣英嘴裡：“逗你玩的，快吃吧。”看着廣英大口吃着點心，丹輝一臉寵溺地笑了起來：“味道不錯吧？你這個小傲嬌。”廣英有些別扭地轉過臉去：“我又沒讓你買這些。”雖然拿到了想要的秘籍，但素英並不能立刻開始學習機關陣法，畢竟廣英之前特意交代過，必須得先用這本心法，把體內的內力徹底穩定下來才行。不知不覺中，素英練習輕功已經有半個月了。這天在林子裡，丹輝正耐心地指導着他：“上次我們學了怎麼在跑步時使用內力，這樣你才不會覺得累。”素英乖巧地應道：“好的，師兄。”丹輝接着解釋：“從現在開始，我們要學怎麼跑得更快。你現在只是下意識的在用內力，如果想更進一步，就必須學會更高效的去調節它。”為了讓素英看得更明白，丹輝決定親自演示一下，比如看着我。只見他輕輕一躍，身形快得像一陣風。等他再次落地時，腳尖竟然穩穩地踩在一片花瓣上，而那片花瓣甚至没有落到地上。素英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驚呼出聲。丹輝笑着指了指自己剛才站立的地方，
你再看看我剛才站的位置。素英順着看過去，發現那裡的地面竟然陷下去了一個深坑。剛才那一瞬間，我先是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極重，然後踩在花瓣上的那一刻，又立刻讓身體變得極輕。如果練到更高深的境界，落地時甚至連痕跡都不會留下。我剛才故意踩出個坑，只是為了讓你看得更清楚明白。素英連忙大聲應道：“明白。”丹輝有些好笑地揉了揉他的腦袋：“你這小丫頭懂什麼叫腳踏實地嗎？”素英有些不服氣地鼓起腮幫子，哼了一聲：“我都老老實實回答你的問題了，你居然還在抱怨。”接着，丹輝開始耐心地講解動作要領。總之，跑步就是由這一連串的動作組成的。當你的腳接觸到地面時，要讓身體变重來借力；而當你在空中的時候，又要立刻讓身體變輕。素英在一旁認真地看着，心裡暗自琢磨：他雖然說的簡单，但這不就是傳說中的草上飛嗎？為了解釋最基礎的跑步方法，居然直接演示了這種高深的輕功。素英看着丹輝，心裡忍不住感嘆：果然丹輝師兄強得有些離譜啊！以後必須得死死抱住這條大腿才行。丹輝拍了拍手宣布：好了，現在開始基礎練習，先來100組。素英雖然有些叫苦，但還是大聲應道：是。就在素英準備開始練習時，身後突然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：素英。素英轉頭一看，頓時兩眼放光，大聲喊道：師傅！他看着正在訓練的兩人，微笑着問：看來你練得很刻苦啊。丹輝沒有故意刁難你吧？素英則趕緊擺了擺手回答：沒有的事。素英在心裡直嘀咕，和廣英比起來，丹輝師兄簡直就是個天使，那家伙的脾氣真不是一般的怪。自己為了見他，可是把整本心法都背下來了。結果呢？廣英直接把一疊厚厚的秘籍拍在他面前，沒好氣地訓斥道：你還沒明白嗎？腦子是不是不好使？算了，別廢話了，把這7本也全部背下來。素英聽了這話，整個人都麻了。師傅有些好笑地摸了摸下巴，聽起來他好像對你也沒多溫柔啊。素英在一旁瘋狂點頭贊同。丹輝在一旁急切着插話：其實我對素英已經算是非常溫柔了。素英有些無奈地反問：師兄你這是心虛了嗎？丹輝被噎了一下，接着師傅唰的一下展開折扇，神色變得認真起來。好了，閒話少說，說點正事。我有一陣子沒給丹輝派過差事了。丹輝立刻恭敬地行禮應道：是師傅。師傅接着交代：你去讓賢學準備1顆幻音丹，還有2張人皮面具，具體的安排我都寫在心裡了。丹輝點頭應下：是弟子明白。素英在一旁聽得两眼放光，心裡直呼太酷了。不過他又有些納悶，為什麼要準備2張面具呢？就在這時，師傅微微一笑，接着說道：還有素英，你這次也跟着他一起去。素英一聽，整個人都懵了。師傅接着安撫道：有丹輝陪着你，不会有什麼危險的。現在就去收拾行李吧。丹輝轉頭對素英說：聽到了吧，去收拾行李吧，順便去找賢學師兄，把師傅要的東西拿過來。素英雖然有些意外，但還是乖乖應下。好。師傅在一旁叮囑丹輝，這次的事情必須在5天之內解決。丹輝算了一下時間，回答：素英的輕功進步很大，4天時間應該足夠趕到湖北了。接着丹輝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語：黃雲縣啊，真是好久沒去了。聽到黃雲縣這3個字，素英嚇得直接平地摔了一跤。丹輝有些疑惑地問：既然要去那裡，我是不是該順便去拜訪一下那個人？師傅擺了擺手說：應該不會有什麼麻煩，你去吧。此時的素英心裡已經掀起了驚濤駭浪。黃雲縣，他沒聽錯吧？那地方可不簡單，那可是遊戲開局新手教程裡那個被屠殺的村子。黃雲縣這個地方正是主角覺醒事件發生的地方，在覺醒之後，主角會殺光他在黃雲縣遇到的每一個 NPC。雖然不知道現在是不是覺醒的時候，但只要有相遇的可能，就實在太危險了。素英越想越害怕，整個人都開始發抖。一旁的師傅注意到了他的異樣，有些疑惑地問：素英你怎麼了？素英立刻捂着肚子趴在地上，哼哼唧唧地找借口：我好像突然肚子疼，現在可能去不了了。他心想，這時候只能裝病了。師傅有些擔心地問：什麼突然肚子疼？你沒事吧？丹輝也蹲下身子查看。師傅當機立斷地決定：快，我們現在就帶他去找賢學。為了給素英看病，幾人急匆匆地趕到了醫館。賢學神色嚴肅地給素英把脈，丹輝和師傅則在一旁緊張地看着。素英心裡直犯嘀咕：賢學師兄醫術那麼高明，該不會一眼就看出我是裝病的吧？賢學收回手遞過去一個藥瓶，說：把這個喝了。素英只能硬着頭皮答應：好。他接過藥瓶，仰起頭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。喝完之後，素英頓時覺得渾身舒暢，忍不住鬆了一口氣。她一臉驚喜的大喊：哇，喝完這個藥肚子立刻就不疼了。丹輝在一旁看着，有些無奈的笑了笑，看來確實沒什麼大礙。師傅用折扇遮住半邊臉，在一旁跟着打趣。賢學看着素英，神色溫和的叮囑道：沒事就好。素英，這可是你第一次下山歷練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素英乖巧的應道：是。丹輝走上前對廣英說：師兄，那師傅要的幻音丹活面具。師傅突然叫住他：素英，接着溫和的安慰道：你擔心的那些事是不會發生的。素英一下子愣住了，她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您怎麼知道的？難道師傅能看穿自己的心思？師傅笑了笑解釋道：我的意思是，你一定能在這座山峰之外找到你真正需要的東西。素英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原來是这個意思啊。就在素英準備離開時，丹輝突然在身後叫住了她：等一下。他有些好笑地問：你剛才該不會真的在擔心那個吧？素英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認：確實有一點點，我可不想輸給廣英師兄。丹輝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，真是拿你沒辦法。他把東西遞過去，叮囑道：行了，戴上面具就別胡思亂想了，
素英戴上面具後，忍不住鬆了一口气。丹輝把行李往肩上一扛，笑着說：“好了，我們出发吧。”素英顿時干勁滿滿的大喊：“好，這次一定要把差事辦得漂漂亮亮的，讓廣英師兄好好瞧瞧。”丹輝看着他這副鬥志昂揚的模樣，有些無奈的笑了笑。兩人走到門口，大聲向屋裡告別：“師兄師傅，我們走了。”賢學和師傅站在門口目送他們。賢學揮手叮囑道：“一路上注意安全。”師傅用折扇遮住半邊臉，也跟着溫和的道別：“一路順風。”素英和丹輝並肩前行，迎着刺眼的陽光一步步往前走。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相遇，到底會把他們帶向怎樣的未來？两人一前一後，在山林間飛速穿梭。素英緊跟在丹輝身後，腳下的碎石被踩得沙沙作響。突然，前方的山路到了盡頭，下面竟是萬丈深淵。素英心裡一驚，要是這一下沒踩穩，可就真的萬劫不復了。丹輝停下腳步，轉過頭，溫和地鼓勵他：“素英，其實在叫你之前，你就已經跑得很好了，別擔心。我會一直在你身後，你只管往前跑就行。”聽到這話，素英心裡頓時有了底，大聲應道：“好。”話音剛落，丹輝便帶着素英縱身一躍，直接跳向了對面的懸崖。丹輝在空中大聲提醒，落地時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腳上。素英咬緊牙關，大聲回應：“哈！”素英深吸一口氣，腳尖在陡峭的岩壁上借力一蹬，整個人輕盈地躍向半空。雖然動作還有些生疏，但他已經能熟練運用輕功了。這要是讓衡山派的那些家伙看見，估計下巴都要驚掉。素英在空中調整着呼吸，感覺自己就像是掌握了缩地成寸的絕技，這種飛檐走壁的感覺簡直太奇妙了。等他終於落到地面時，整個人累得直喘粗氣。真沒想到，這青龍峰居然這麼高。丹輝在一旁看着他，神色平靜地解釋道：“必須得這麼高，不然的話，衡山派的那些家伙早就順着山路爬上來了。”丹輝伸手幫素英整理了一下頭髮，有些無奈地說道：“頭髮都亂了，別動。”素英乖巧地道謝：“啊，謝謝師兄。”丹輝接着開始認真地交代任務。好了，聽好了，我現在來跟你說明一下師傅的計劃。素英立刻打起精神：“好，這次的任務，你需要假扮城府商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而我則是你的貼身護衛。”聽到這個安排，素英心裡頓時樂開了花。丹輝師兄居然要當我的護衛，這可是個報仇的絕好機會啊！他忍不住在心裡暗自盤算，看我這次怎麼把之前被他捉弄的份全都加倍討回來。丹輝接着叮囑道：“從現在開始，你要稱呼我為輝大俠。我們這次要從湖南前往陝西，途中會經過湖北的黃雲縣。至於具體要去做什麼，等到了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。”看着素英有些發懵的樣子，丹輝又補充道：“你不需要去記那些複雜的路線地名，只要記住我是你的護衛，你是大小姐，明白了嗎？”素英立刻大聲應道：“明白，輝大俠。”一轉眼，兩人已經來到了熱鬧的集市上。為了扮演好大小姐的角色，素英直接騎在了丹輝的脖子上，興奮地大喊大叫。路過一個點心攤子時，素英立刻入戲，指着攤子大喊：“輝大俠，我要買這個！”丹輝二話不說，直接掏出銀兩遞給老闆：“沒問題。”素英得寸進尺，又指着旁邊的攤子喊道：“還有那個，我還要吃包子。”老闆樂呵呵的遞上熱騰騰的大包子：“大小姐慢用。”素英高興壞了，伸手就去接，結果剛拿到手就被燙得直叫喚：“好燙好燙！”丹輝無奈地嘆了口氣，把包子接了過去：“我來吧，大小姐。”只見他輕輕吹了吹，把溫度降下來後，才重新遞給素英。素英有些不好意思地接過包子：“謝謝啊。”他一邊啃着包子，一邊在心裡暗自琢磨：這家伙怎麼演得這麼滴水不漏啊，一點破绽都沒有，反而讓我覺得有點壓力了。本來還想着趁機捉弄他一下，結果他這麼配合，反而變得一點都不好玩了。而且正如師兄之前所說，這個鎮上的氣氛確實透着一股說不出的詭異，街角暗處似乎總有可疑的人影在暗中窺視。素英立刻警惕起來，伸手扯了扯丹輝的衣角：“輝大俠，我想先休息一會兒。”這正是他們之前約定好的暗號。丹輝心領神會，立刻大聲配合道：“沒問題，大小姐，這一路上舟車勞頓確實辛苦您了，我這就帶您去我們商會贊助的客棧，謝謝。”素英趴在丹輝背上，看着前方客棧的牌匾，心裡卻忍不住犯嘀咕：我們商會在這鎮上真的有贊助的客棧嗎？店小二熱情地迎了上來，客氣地問：“兩位是住店還是先用膳？”丹輝神色自若地回答：“住店，我是裴天雲商會的大小姐來的。”店小二一聽立刻露出了然的表情：“哎呀，原來是大小姐和護衛大人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上等的客房，兩位請隨我來。”一進房間，素英就被這寬敞豪華的屋子給驚到了，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。丹輝順手關上房門，笑着安慰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已經設下了隔音結界，外面的人聽不到我們說話。”說完，他抬手摘下了臉上的面具。素英看着他這副輕鬆自如的模樣，忍不住在心裡嘀咕：這家伙到底是怎麼做到這麼輕易就變成另外一個人的？丹輝喝了口水，安慰道：“你以後也會變得像我一樣厲害的。”素英有些泄氣的回答：“但我總覺得我永遠也趕不上你，輝大俠。”丹輝笑着解釋：“那只是因為我訓練的時間比你長而已。”素英好奇地問：“那是什麼樣的訓練？”丹輝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擦了擦嘴，神色認真起來問：“對了，素英，你剛才用暗號的時候，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對勁的地方？”素英想了想，回答：“這個鎮子雖然很大很熱鬧，但有些人看起來卻陰沉沉的，尤其是那些商販。剛才給我包子的那個老板娘，衣服下面好像纏着繃帶，看起來像是受了傷。”丹輝讚許地問：“觀察得挺仔細，那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？”素英有些擔憂地猜測：“難道說在這個鎮上也有黑道勢力在強行收取保護費嗎？”
丹輝點了點頭，沒錯。丹輝把酒壺往桌上一放，神色認真地解釋道：“這個鎮子原本是在諸葛氏家的庇護之下，只可惜他們一時疏忽，才讓黑道勢力趁虛而入。”諸葛氏家，素英心裡一驚，連忙追問：“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？”丹輝微微一笑，理所當然地回答：“當然是去幫諸葛氏家一把了。”素英有些興奮地問：“哇，這麼說，我們這次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哦？”丹輝笑着點頭：“目前來看是這樣的。”素英坐在椅子上，心裡卻開始飛快地盤算起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這次的任務也和遊戲的主線劇情對上了。他清楚地記得遊戲裡的設定，諸葛氏家可是最先發现天魔神教重現江湖的勢力，這下事情可变得越來越有意思了。素英在心裡飛快地琢磨着，既然湖北那邊現在只是有黑道勢力冒充天魔神教，那就說明真正的天魔神教還没徹底崛起。他以前一直想不通，實力不算頂尖的諸葛氏家當初是怎麼解決那些冒牌貨的，現在總算明白了，原來背後一直有武林盟的盟主在幫忙。就在素英想得出神时，丹輝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叫道：“丫頭！”素英猛地回過神來，丹輝神色認真地叮囑道：“等一下，要是聽到樓下傳來打鬥動靜，你就立刻下來，明白了嗎？”素英連忙點頭答應：“明白了。”交代完之後，丹輝便轉身推門走了出去，順手把門給帶上了。屋裡一下子安靜了下來，只剩下素英一個人。她有些緊張地抱緊雙臂，老老實實地坐在地板上等待着。只聽砰的一聲巨響，客棧的門被人粗暴地踹開。素英被這突如其來的動靜嚇得整個人一激靈，門外的人囂張地大喊：“識相的就趕緊把人交出來！”此時的客棧大堂裡已經亂成了一團，幾個身穿華麗長袍的年輕男子正冷冷地看着鬧事的人。其中一人厉聲喝道：“諸葛氏家在此，誰敢在黃雲縣撒野，還不快滾！”然而鬧事的那夥人根本沒把諸葛氏家放在眼裡，領頭的男人冷笑一聲反問道：“怎麼，你們難道沒聽過天魔神教的名號嗎？”聽到天魔神教這4個字，諸葛氏家的幾人臉色驟變，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幫人居然是天魔神教的餘孽。鬧事的男人見狀更加得意，囂張地威脅道：“我們今天來只為了找一個人，把人交出來，我們立刻就走。”客棧裡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，諸葛氏家的弟子低聲商量着，如果對方真是天魔神教的人，光靠他們幾個根本應付不來，但一想到客棧裡還有無辜的孩子，他們咬了咬牙，還是決定硬着頭皮頂上去。就在這時，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沉穩的腳步聲，一個低沉的男聲冷冷地開口：“我可從來沒聽說過天魔神教的人會自己管自己叫魔教的。”鬧事的那夥人一愣，還沒反應過來是誰在說話，只見丹輝牽着素英一步步從樓梯上走了下來：“我是千雲商會的護衛，既然你們在千雲客棧鬧事，還嚇到了我們家小姐，那就必須得付出代價。”諸葛氏家的弟子頓時看傻了眼，這人到底什麼來頭？而此時的素英正躲在丹輝身後，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。他心裡暗自琢磨，原來丹輝之前特意叮囑他，聽到動靜就下來，就是為了演這一出戲啊。素英立刻戲精上身，緊緊抓着丹輝的衣角：“大俠，我好害怕。”丹輝輕輕拍了拍素英的手，溫聲安慰道：“大小姐別擔心。”接着他冷冷地看向對面的鬧事者，這幫家伙根本不是天魔神教的人。諸葛氏家的弟子頓時愣住了。丹輝繼續說道：“他們不過是一群靠吸血活命的黑道人渣，我一個人就能解決？”諸葛氏家弟子有些不敢相信，他們真的不是魔教的人。丹輝直接拔出长劍：“是不是我？這就證明給你看。”素英有些同情地嘆了口氣，真替他們感到悲哀。男人有些納悶：“替誰？”素英看着前方，無奈回答：“當然是那幫冒牌貨了，因為我們家輝大俠這回是真的要大開殺戒了。”話音剛落，丹輝已經飛身躍起，長劍帶着凌厲劍氣直奔鬧事者而去。丹輝一出手，那幫鬧事者根本沒有還手之力，瞬間就被打趴在地上。諸葛氏家弟子上前查看，發現這些人的步伐只是普通山賊的翻山步，而且根本不會魔功，指尖也沒有發黑跡象，確實只是一群黑道地痞。諸葛氏家弟子連忙行禮道謝，多謝大俠出手相助。他們看着丹輝，心裡滿是震驚，這位公子看起來年紀相仿，武功居然如此高深。其中一人忍不住開口詢問：“公子的劍法實在精妙，不知師承何門何派？”丹輝神色平靜地回答：“這不過是在外流浪時學到的一套無名劍法，實在說不出具體門派。”素英在一旁看着，心裡暗自讚嘆：“師兄這一招轉移注意力用的可真是太妙了，而且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丹輝師兄出手，這身手簡直深不可測。他甚至沒用高深武功，就輕而易舉收拾了地痞。不僅如此，就在剛才交手時，一顆散發微光的藥丸悄悄從流氓身上滾了出來。”諸葛氏家弟子眼尖立刻認了出來，這難道是幻陰丹？他們怎麼也想不通，這種極其珍貴的靈藥怎麼會出現在流氓身上？丹輝走上前去，一邊檢查倒地的流氓，看來這顆幻陰丹就是這幫家伙帶在身上的，而且這東西多半是他們從別人手裡強行搶來的。丹輝看着手裡的幻陰丹，轉頭向素英請示：“大小姐，這東西我們商會留着也沒用，不如送給諸葛氏家做個人情。”他很快反應過來，立刻擺出大小姐的架勢：“當然可以，多謝各位出手相助。”諸葛氏家弟子感動不已，連連誇讚：“大小姐真是菩薩心腸，我們絕不會忘記千雲商會的恩情。”素英在一旁看着，心裡暗自琢磨：這樣一來，諸葛氏家就能提前研究魔教手段了，這對於以後的正邪大戰絕對是件大好事。臨走前，諸葛氏家的人特意留下銀子，用來賠償客棧損失。等人都走光了，客棧裡只剩下他們2個，丹輝這才鬆了口氣，笑着問他：“怎麼樣，沒嚇着吧？”
素英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撲進丹輝懷裡，高興的大喊：“師兄，我剛才演的棒不棒？”素英高興的歡呼：“丹輝師兄真是太棒了！”丹輝笑着拍了拍腰間的酒葫蘆，今天表現不錯的，喝一杯慶祝一下。結果晃了晃葫蘆，發現裡面空空如也，原來早就喝光了。丹輝有些無奈的說道：“我下樓去弄點酒，你趁着時間在屋裡練練心法，記住了嗎？”素英乖巧的答應好。不知不覺1個時辰過去了，素英無聊的躺在床上，心裡直犯嘀咕：“師兄，這是去縣釀酒了嗎？怎麼去這麼久還沒回來？”他摸了摸自己的臉頰，這人皮面具戴着實在不舒服，睡覺前必須得摘下來，可自己又不會弄，看來只能等丹輝師兄回來幫他把面具撕下來了。實在等得不耐煩，素英嘆了口氣，沒辦法了，只能自己下樓去找他。剛走到楼梯口，客棧夥計就關切地叮囑：“大小姐，您可千萬別走遠了。”素英擺了擺手，回應知道了。素英獨自走在熱鬧的街頭，一邊四處張望，一邊大聲呼喊：“輝大俠，你在哪兒啊？”這街上人來人往，卻根本沒有丹輝的影子。素英有些焦急地喊道：“輝大俠，到底去哪兒了？”就在這時，旁邊陰暗的小巷裡突然傳來一陣痛苦的呻吟聲。素英停下腳步，有些疑惑地轉過頭去，只聽見巷子深處來一個男人顫抖的求饒聲：“對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”素英順着聲音悄悄走到巷子口，往裡看去，只見昏暗的角落裡，一個白髮男人正冷冷地俯視着跪地求饒的人，語氣冰冷地說道：“高興點吧。”他一把按住求饒者的腦袋：“像你這種廢物，對我們神教來說，好歹還有點用處。”被按住的男人痛哭慘叫起來，他用盡最後的力氣，絕望地哀求饒命。巷子裡突然傳來一聲慘叫，鮮血唰的一下濺了出來。素英嚇得連退好幾步，腦子裡嗡的一聲，那個人居然是真正的天魔神教成員，難道是真正的天魔神教跑來清理這些冒牌貨了？素英慌得不行，下意識就想喊丹輝的名字，但還沒等他喊出聲，身後突然伸出一只滿是泥土的，死死捂住了他的嘴。素英拼命掙扎，卻根本掙脫不開。身後的人湊到他耳邊，冷冷的警告：“須想死嗎？”素英整個人都僵住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這個突然出現並制服他的人，居然就是這個遊戲的主角梁。梁嘴角帶着血跡，顯然受了不輕的傷。巷子深處的白髮男人冷冷地盯着這邊，又來了一只蟲子。還沒等素英反應過來，梁一把將他撲倒在一旁，險險避開了致命一擊。梁咬着牙催促道：“快走，別回頭！”素英有些慌亂地問：“那你呢？”梁大聲喊道：“快點！”素英只能咬牙往外跑去，心裡卻滿是擔憂。要是被上面的人知道是梁放走了自己，那梁絕對活不成了。素英停下腳步，轉過頭看着梁問：“要是你現在被抓到，會死掉的吧？”梁沉默了一會兒，低聲回答：“大概吧。”素英一把抓住梁的手，急切地喊道：“那我們一起逃跑吧！”梁整個人都懵了什麼。素英根本不給他猶豫的機會，拉着他大喊：“快點！”兩人借着夜色在屋頂上飛速狂奔。梁看着前面帶路的素英，心裡滿是震驚。本以為她只是個有錢人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沒想到居然還會輕功。他忍不住大聲問：“你要帶我一起走嗎？”素英頭也不回的大聲回答：“对啊，我知道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。”他心裡暗自琢磨，在進入黃雲縣之前，丹輝師兄就已經帶他提前踩過點了。素英指着前方的一處草屋喊道：“就在這裡面。”素英一把將梁推進草堆裡，急切地喊道：“躲到這裡面去！”梁看着這堆雜草，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“你讓我躲在這種地方？”素英肯定地回答：“對。”兩人緊緊挨着縮在草堆深處。梁有些虛弱地提議：“我留下來拖住他，你繼續跑吧。”素英立刻按住他：“不行，你老實待着，你也不能被抓到。”梁掙扎着想要推開他：“放手！”我其實……還沒等他把話說完，草屋的門突然被粗暴地推開，那個滿身是血的白髮男人竟然直接追到了門口。這下兩人徹底屏住了呼吸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。白髮男人站在門口四處張望，他們用了某種輕功，那種步伐我以前從未見過。他一邊說着，一邊提着武器在屋裡緩緩踱步。要是把他們抓回去獻給左使，應該會是個不錯的消遣。梁整個人縮在素英懷裡，害怕的不停顫抖。素英看着懷裡的梁，心裡忍不住犯嘀咕：這個未來會成為天魔神教教主的家伙，現在居然抖成這樣，難道對那個男人的恐懼已經刻進他的骨子裡了嗎？以前在遊戲裡看到主角受苦，只覺得是劇情需要，可現在親眼看到，才明白這有多殘忍。就在這時，草堆外傳來沉重的腳步聲，那雙纏着繃帶的腳在草堆前停了下來。白髮男人握緊了手裡的刀，腳印到這裡就沒了。沒事的，梁，因為我們絕對不會死在那把劍下。然而下一秒，白髮男人猛地舉起長刀，直接朝着草堆狠狠刺了下去。這一刀狠狠扎進草堆裡，刀尖幾乎是貼着素英的臉擦過去，差一點點就沒命了。白髮男人拔出帶血的長刀，有些不耐煩地悶哼一聲。他看着空無一人的草堆，冷冷地丟下一句：“算你們這兩個小耗子走運。”說完，他便提着刀轉身離開了草屋，直到外面的腳步聲徹底消失，草堆裡才傳來一陣動靜。素英和梁猛地從草堆裡鑽了出來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。素英顧不上自己，連忙拉過梁仔細檢查：“你沒受傷吧？有沒有被刺中？”梁看着眼前的素英，有些不敢置信地問：“你剛才是怎麼做到的？”素英有些得意地解釋：“我只是隨便猜的，因為魔教的人在搜尋時習慣先看右邊。其實這都是因為在之前的正邪大戰中，魔教左使背叛了神教，從那以後，魔教的忠實信徒就覺得左邊不吉利，搜尋時都會刻意避開。
不過這些隱秘的設定，素英根本沒辦法向梁解釋，只能在心裡默默嘀咕。他有些心虛的敷衍道：“反正我的直覺一向很準。”梁有些疑惑的重複：“直覺？”不管怎麼說，梁还是認真的道謝：“謝謝你救了我。”素英大方的伸出手：“应該是我謝謝你才對。对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梁站起身來，平靜的回答：“大家都叫我梁。”听到這個名字，素英整個人都愣住了。梁，果然是這個名字，這可是這個遊戲裡玩家不改名時的默認主角名啊！梁從草堆裡爬了出來。你看起來像是名门世家，不像是武林世家的大小姐。接着他轉過身去，冷冷地丟下一句：“以後別再和我們這種人扯上關係了。”素英連忙從草堆裡站起身：“我才不是什麼武林世家的大小姐。”梁有些疑惑地回頭：“那你到底？”話還沒說完，梁突然痛苦地悶哼一聲，整個人脫力般的往前倒去。素英嚇了一跳，急忙上前詢問：“你怎麼了？受傷了嗎？”梁卻一把推開他，咬着牙低吼：“別碰我！”素英沒有退縮，一邊伸手去拉他，一邊安慰道：“別擔心，我這裡有藥。”可當他的手碰到梁的衣服時，整個人一下子愣住了。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只見梁的衣服下竟然隱隱透出一股詭異的黑氣。素英看着自己指尖沾上的黑气，心裡頓時一沉，這是一種極其陰毒的魔功，會強行將魔氣灌入體內，就像是某種惡毒的蛊術。普通的藥物對這種傷勢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梁見他還要靠近，急忙大喊着將他推開：“別碰我，這很危險！你這小鬼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害怕？”結果他這一推用力過猛，直接把素英推倒在地上。梁頓時有些手足無措，紅着臉小聲道歉：“那個，對不起。”素英揉了揉屁股站起來：“沒事，也是我自己没站穩。”梁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：“我只是還不太会控制自己的力道。”聽到這話，素英心裡咯噔一下，控制力道？難道說？他有些關切地問：“那個，你的傷口很疼嗎？”梁低着頭回答：“差不多吧，畢竟是剛受的傷。”素英看着他，腦子裡飛快地思索着，這意思是不是說他體內的魔功其實還沒有完全融合？素英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忍不住追問：“可是你為什麼要救我？你不是和那個可怕的家伙一夥的嗎？”梁看着他，有些別扭地回答：“你年紀還這麼小，不應該死在那種地方。”聽到這個回答，素英心裡頓時鬆了口氣，看來和他猜的一樣，現在的梁還沒有被魔教的邪功徹底侵蝕心智。要是換做以後那個殺人不眨眼的教主，根本不可能說出這種話來。素英頓時高興壞了，一把抓住梁的手，大喊：“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！”梁被他這突如其來的熱情嚇了一跳，有些不知所措地問：“你在胡說什麼呢？”素英認真地解釋道：“你明明受了那麼重的傷，卻還是站出來救了我，要不是因為你，我今天肯定死定了。”梁聽完有些落寞地低下了頭，原來是這樣。因為你說過你還不想死。梁一邊往草堆外爬，一邊冷冷地叮囑：“今天發生的所有事，你最好全都忘掉。”素英乖巧地答應：“好。”梁停下動作，突然開口問他：“不過我有個問題想問你。”他轉過頭看着素英問道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素英愣了一下：“啊？”梁有些別扭地解釋：“因為你是第一個想要救我的人，所以我也想知道你的名字。”素英看着他，心裡暗自琢磨：既然他都主動報上名字了，那自己也該禮貌地回應一下。不過真名肯定是不能說的。素英笑了笑回答：“親近我的人都叫我素英。”梁輕輕重複了一遍：“素英。”還沒等兩人多說幾句，身後的屋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。素英還沒反應過來，整個人就直接被一股力量猛地拽了過去。他只能眼睜睜看着梁的身影在視線中越來越遠。就在這時，草屋的門再次被推開，一個身穿深藍色華麗長袍的男人緩緩走了進來。“找到你了。”男人看着梁，語氣冰冷地質問：“梁剛才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誰？”梁低着頭，有些遲疑地回答：“我不太確定，看起來只是個普通人。”男人顯然不信，冷笑着追問：“一個普通人能跟得上你的輕功，一路跑到這？”見梁沉默不語，男人有些不耐煩地擺了擺手：“算了，你至少問出他的名字了吧？他叫什麼？”梁依舊低着頭，一句話也不肯說。男人看着他這副樣子，語氣徹底冷了下去：“你真的打算什麼都不說嗎？”梁低着頭小聲地道歉：“非常抱歉。”男人收起折扇，冷冷地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再逼問你了。不過那個用高超輕功帶走女孩的人，我必須查清楚他的身份，我會讓百夫長去調查。你跟我走吧。”梁只能順從地回答：“是。”看着男人離去的背影，梁心裡暗自琢磨：原來帶走他的人不是魔教的，真是謝天謝地。可他很快又有些困惑，為什麼自己会覺得鬆了一口氣呢？與此同時，在寂靜的樹林裡，一個身影正抱着素英在夜色中飛速狂奔。素英嚇得大喊大叫：“求求你饒了我吧！”他拼命地解釋道：“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千雲商會的一個普通孩子，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。”抱着他的男人哈哈大笑：“好啦好啦，我放你下來就是了。”素英定睛一看，頓時又驚又喜：“丹輝師兄！”他一邊捶打着丹輝，一邊委屈地抱怨：“你到底去哪兒了？知不知道我剛才有多害怕？你就不能早點出現嗎？”丹輝只能連聲道歉：“對不起对不起。”兩人在夜色中繼續趕路，素英被顛得直犯噁心：“師兄，我們要去哪兒？我快要吐了。”丹輝有些好笑地安慰他：“想吐嗎？再堅持一下就到了。”終於停下來後，素英蹲在地上吐個不停。丹輝看着他，有些疑惑地問：“聽你說你遇到了魔教的人，你是怎麼活下來的？”素英緩過勁來，低聲回答：“他們中的一個孩子幫了我。”丹輝有些意外：“一個孩子？這倒是頭一回聽說。”素英有些後怕地問：“師兄，師父之前不是說這次任務可能會遇到真正的魔教嗎？”丹輝若有所思地回答：“是啊，
如果早知道會這樣，我一開始就該守在你身邊。不過我居然沒有預料到這種情況，這實在太奇怪了。師父曾經說過，他所擔心的事情絕不會發生，可他偏偏還是遇到了梁。難道說這一切其實都在師父的計劃之中？素英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師父到底知道多少事情？甚至連這次把幻音丹送給諸葛世家，也像是提前安排好的，就好像師父早就預料到正邪大戰即將再次爆發一樣。就在素英胡思亂想的時候，丹輝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素英有些疑惑地問：“怎麼了，師兄？”丹輝神色嚴肅地看着他：“素英，你剛才碰了什麼東西？”素英愣了一下，低頭看向自己的手，只見自己的指尖不知何時竟然沾上了詭異的黑色液體。難道是剛才掀開梁的衣服時，魔氣順着指尖滲進來了？可當時明明一點感覺都沒有。丹輝看着他的手問：“你是不是碰了那個魔教的小鬼？他身上帶着極其陰毒的魔氣。”素英吃了一驚：“師兄，你怎麼知道的？”丹輝神色嚴肅：“素英，你的內功底子雖然深厚，但你現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功法，魔氣會慢慢滲透進你的身體。”說完，丹輝直接拿出一顆清心丸，塞進了素英嘴裡。他叮囑道：“現在立刻盘腿坐下，運轉你平時練的內功，把滲進指尖的雜質全部排出去。”素英乖巧的答應：“好。”他閉上雙眼，開始運轉體內的太和心法，一股溫和的力量開始在體內游走。素英看着指尖的黑氣，正一點點被逼出體外，最後徹底消散在空氣中。丹輝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讚嘆了一句：“真是了不起。”素英有些猛地抬起頭：“啊，什麼了不起？”丹輝卻一開視線，淡淡的敷衍過去：“沒什麼。”素英看了看四周荒涼的景色，有些疑惑地問：“不過師兄，我們這是在哪兒？為什麼突然來這地方？”丹輝轉過頭，臉上掛着溫柔的笑意：“你現在才想起來問啊？我帶你來這裡，當然是為了把你丟掉啊！”聽到這話，素英整個人都嚇傻了。什麼？丹輝看着他這服天塌了的表情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：“逗你玩的，這只是個玩笑。”素英氣得直跺腳，一邊捶打他一邊大喊：“師兄，你別開這種惡劣的玩笑了。”丹輝笑着問他：“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見師父的朋友嗎？”素英有些意外：“師父的朋友？”丹輝解釋道：“對啊，他剛才說想見你，所以我才特意去找你，結果發現你不在客棧，真是把我嚇了一跳。”素英有些心虛的道歉：“對不起啊。”丹輝嘆了口氣：“算了，只要你沒事就好，而且你一直戴着人皮面具，應該不會有什麼麻煩。”說完，丹輝便帶着素英朝山谷深處走去。“我們走吧，去見見那位前輩。”素英乖巧地跟在後面。好。走着走着，丹輝突然想到了什麼：“不過你不打算把面具摘下來嗎？”素英有些尴尬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該怎麼摘下来。”丹輝停下脚步，朝他招了招手：“過來，離我近一點。”等素英走上前，丹輝抬起手，指尖唰的一下燃起一團火焰。就在這時，路邊突然出現一具白骨，把素英嚇得大叫起來。他一把抱住丹輝的大腿，直喊：“有骷髏！”丹輝有些無奈地看着他：“你居然會怕這個？”素英理直氣壯地反駁：“那可是骷髏啊，怎麼可能不怕？”丹輝覺得有些好笑：“你剛才和那個滿身是血的魔教小鬼，不是相處的挺好嗎？怎麼現在反倒被一堆白骨嚇成這樣？”素英有些委屈地解釋：“他看起來那麼可憐，一點都不像魔教的人啊。”丹輝嘆了口氣：“難道師父沒教過你，魔教的人到底有多可怕嗎？”素英在心裡默默想着：師父當然教過，就算師父不教，他自己也清清楚楚。畢竟在遊戲設定裡，魔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地方，哪怕是奴隸出身的主角，也能一路殺成天魔。那些走上魔道的人，除了天魔之外，什麼都不怕。丹輝一邊走一邊耐心地告誡他：素英，魔教地功法會徹底侵蝕人的心智，修煉之後還能保持清醒的根本沒有幾個，而且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要將一切奉獻給天魔，不管是出於對力量的渴望，還是單純被洗腦，他們都絕非善類。丹輝神色嚴肅地告誡他：一旦踏入魔教，就幾乎不可能再全身而退了，所以你千萬不要和他們產生任何瓜葛，明白了嗎？素英听着這番話，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梁娜落寞的背影，她有些心虛地避開視線，沒有立刻回答。接着素英露出一副沒心沒肺的笑容：哎呀，我連自己都照顧不好，怎麼可能想離開師父和你們呢？我還想長命百歲呢。而且師兄你也說了，要是被魔教盯上會很危險的，所以你就放心吧，丹輝師兄。丹輝看着他這副古靈精怪的樣子，忍不住笑着拍了拍他的頭：我就是喜歡你這股聰明勁。素英。就在這時，丹輝停下了腳步：我們到了。素英看着眼前的石壁，有些懷疑地問：真的是這裡嗎？丹輝讓他稍等一下，接着摘下一片樹葉放在嘴邊吹奏起來，悠揚的樂聲在夜空中回盪。緊接着，眼前的巨大石壁竟然緩緩移動，露出了一個隱秘的洞穴入口。這一幕讓素英徹底看呆了，因為在遊戲設定裡，這種開啟隱藏入口的方法明明是中後期才會出現的劇情。按照遊戲主線，主角就是用這種方式打開洞穴，去見那位集神醫和預言加於一身的神秘角色。素英忍不住開始琢磨，難道師父的那位朋友就是傳說中的那個人？丹輝帶着素英走進洞穴，恭敬地向裡面行禮：三木仙大人，我按照您的要求，把最小的師妹帶過來了。洞穴深處傳來一個空靈的聲音：你終於來了。只見一個白髮蒙眼的男子端坐在那，身旁還盤踞着白蛇，他就是傳說中的神醫三木仙。素英立刻恭敬地行禮，自我介紹：您好，我的名字叫素英。三木仙微微點頭：坐吧，你和傳聞中的一模一樣。素英有些好奇地問：您听說過我？三木仙平靜地回答：當然，這世上沒有我不知道的事。素英在心裡暗自琢磨，要是別的算命先生這麼說，他肯定覺得是個騙子，但根據遊戲設定，三木仙確實能看透人的命運和未來。素英有些緊張地開口：那個
三木仙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你跟着你师兄来到这裡，一定有很多好奇的事吧？需要我为你解答吗？素英连忙點頭答應。是的，他其實最想知道的是，為什麼師父非要讓他來當這個主角？三木仙緩緩開口，你師父正在竭盡全力為你開闢一條生路，但最終的結果如何，一切都只能取決於你自己。如果你不主動反抗命運，你的命可就活不長了，到時候你連一滴血都不會留下，更沒有人能救得了你那遊蕩的魂魄，你注定會迎來這世上最淒慘的死法。素英聽着這番話，整個人都僵住了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。不過三木仙話鋒一轉，但如果有我的幫助，結局可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需要我幫你嗎？素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要求求您幫幫我。三木仙微微抬手，示意守在一旁的丹輝退下。丹輝心領神會的行了個禮，便默默地轉身退出了房間。等丹輝離開後，三木仙看着眼前的素英，神色變得嚴肅起來。你可知道你體內的那股內力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素英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，不，我不知道。三木仙神色嚴肅地解釋，那種力量本就是邪惡的，是魔教犧牲了無數人的生命才創造出來的東西。他有些好奇地問，不知道你師父清不清楚這件事？素英有些遲疑地回答，師父跟我說過，他也不知道我這股力量是從哪來的。三木仙有些意外地笑了笑，哎呀，看來我不小心說漏嘴了，其實連我也不知道這股力量是怎麼跑到你身體裡的。素英看着眼前的三木仙，心裡卻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，雖然不知道為什麼，但他能確定一件事，這個人是真的站在他這一邊，不像師父雖然關心他，卻瞞着他太多的秘密，而三木仙是真心想告訴他真相。三木仙接着安慰道，別擔心，沒人能認出你的力量來自魔教，哪怕是魔教教主也不行。素英有些擔憂地問，即便如此，如果被魔教找到，我還是會死得很慘對吧？三木仙平靜地回答，可以這麼說。素英有些急切地解釋，可是我已經很努力在避開魔教了，我根本沒打算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難道這樣我還是會有危險嗎？三木仙摸着身旁的白蛇，緩緩開口問道，你第一次闖蕩江湖的時候，是不是遇到了一個魔教的年輕奴隸？素英愣了一下，低聲回答，是的。三木仙緩緩說道，那個孩子就是未來注定成為天魔的種子。素英整個人都愣住了，他連這件事情都知道。三木仙接着解釋，你身上有魔教一直在尋找的東西，所以不管你師父怎麼保護你，命運的洪流遲早會找到你，而想要擋住這股命運，就只能用更強大的命運去碰撞。比如，素英立刻反應過來，您指的是那個注定成為天魔的孩子嗎？三木仙微微一笑，你果然和傳聞中一樣聰明。沒錯，你必須讓他來保護你。素英聽完直接懵了，這怎麼可能？那個人可是注定要成為天魔的存在，用不了多久魔功就會吞噬他的理智。他有些無奈地問，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他保護我？三木仙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翻了翻手裡的書頁，笑着說，今天就先聊到這吧，初次見面我不收你的費用，等下次見面我可就要收費了。素英有些焦急，連忙追問，等一下，您剛才說如果我跟魔教扯上關係就會死得很慘，那您現在又讓我去找他保護我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三木仙微微一笑，意味深長地回答，好好想想我剛才給你的建議，去主動扭轉你的命運吧。素英還是想不明白，急切地喊道，請您再解釋得詳細一點啊。三木仙撫摸着手上的白蛇，淡淡地吐出一句話，老虎就算被烏鴉的羽毛扎了一下，但也沒必要非要把它推下懸崖。素英聽完直接愣住了，這意思難道是說那個人其實不一定非要成為天魔？此時在洞穴外守候的丹輝心裡也滿是擔憂，他怎麼也沒想到素英竟然會面臨如此淒慘的結局，那位前輩怎麼會給出這麼兇險的預言？不過轉念一想，既然是三木仙大人，既然指出了問題，就一定會給出解決的辦法，畢竟當初這位前輩也曾為他指點迷津，解開了他心中的困惑。三木仙正看着眼前的丹輝，緩緩說道，用一張人皮面具把你不想讓別人看到的一切都藏起來，如果用虛假的身份活得足夠久，那和真相又有什麼區別呢？這就是你扭轉命運的方法。丹輝正獨自在外面守着，突然察覺到身後有動靜，他警惕地轉過身，手已經按在了劍柄上，等看清來人的模樣，丹輝整個人都愣住了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而在洞穴裡面，素英還在和三木仙商量對策。素英有些焦急地問，要想讓他脫離魔教，就必須先解開他身上的蠱毒，您知道該怎麼解魔教的蠱毒嗎？三木仙有些無奈地回答，這我可不知道，不過你的師兄們難道會不知道嗎？聽到這話，素英腦海中靈光一閃，啊，玄學師兄，如果是他的話說，不定真的有辦法。素英還在琢磨着能不能把魔教的那個奴隸帶回青山頂，讓他接受治療。就在這時，身後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素英有些驚訝地轉過頭，沒想到會有人一路跟到這裡來。等看清來人的身影，素英頓時興奮地大喊起來，師父！來人正是他們的師父，一襲白衣，顯得仙風道骨。師父微笑着問他，一切都還順利嗎？丹輝，那小子有沒有偷懶？素英像個小炮彈一樣撲進師父懷裡，大聲回答，一切都很順利。師父寵溺地摸了摸他的頭，做得好，我們的小素英。素英有些好奇地抬起頭問，不過師父，您怎麼會突然來這兒？師父溫和地回答，我來見一位老朋友，聽說三木仙主動提出要給我們的素英算一卦，一個還沒成年的小孩子能有什麼命運好算的？這時三木仙搖着折扇，笑着反駁道，哪怕是還沒出生的嬰兒，也有屬於他的命運，我只是覺得這孩子太可愛了，所以忍不住想給他一點建議罷了。
師傅一開口就直接打斷了三木仙的客套，少廢話了。素英在一旁看着，感覺氣氛一下子變得有些微妙。三木仙搖着折扇問：“你難道不是早就料到你最小的徒弟會來找我嗎？”師傅平靜的回答：“確實料到了，所以我才特意來帶他回去。”三木仙聽完哈哈大笑起來：“我就知道你會料到這一步。”師傅也跟着笑了笑，而我也料到了你會這麼說。這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最後竟然一起大笑起來。三木仙笑着調侃道：“你這未雨綢繆的本事真是越來越厲害了。”師傅客氣的回應：“過獎了。”素英躲在師傅身後，看着他們熟絡的樣子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原來他們真的是好朋友啊。接着師傅拍了拍素英的肩膀說：“我想和他单獨聊聊，你先出去吧。”素英乖巧的答應：“好。”他轉過身禮貌的向三木仙道謝：“謝謝您的指點。”三木仙微點頭示意：“去吧，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。”當輝看着走出來的素英，有些意外的問：“你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？你沒事吧？”素英一臉輕鬆的回答：“沒事啊，我能有什麼事？”當輝朝洞口望了望，有些疑惑的問：“師傅呢？”素英解釋道：“師傅說還想和他的朋友再多聊一會兒。”當輝看着素英那藏不住的笑意，有些懷疑的問：“是嗎？不過素英你看起來怎麼這麼高興？”素英得意的笑了起來：“師傅剛才問我你有沒有在路上偷懶，我可沒有告訴他你偷偷喝酒的事哦。”當輝有些尷尬的移開視線：“那還真是謝謝你了。”他有些無奈的嘆了口氣，這下總算能鬆一口氣了。不過當輝還是有些鬱悶的小聲嘀咕：“為什麼每次挨訓的總是我呀？”素英看着他這副備受打擊的樣子，有些摸不着頭腦：“師兄你這又是怎麼了？”三木仙有些無奈的抱怨：“你對當輝是不是有點太嚴厲了？他其實什麼都沒做錯。”師傅卻冷哼一聲：“他竟然敢讓素英單獨跟你接觸，光是這一點就該罰。”三木仙有些哭笑不得：“你難道覺得我會對你最小的徒弟做什麼壞事嗎？”聽到這裡，師傅的臉色沉了下去，有些不悅的反駁：“你居然去跟他聊那些根本還沒有發生的事情。”三木仙嘆了口氣：“那孩子聰明得很，就算我不說他，遲早也會自己察覺到的。”師傅沉默了片刻，語氣平靜地回答：“我本來就沒打算一直瞞着他。”接着三木仙話鋒一轉：“而且你也有責任吧？你明明知道他體內有那麼龐大的內力，卻還想裝作不知道糊弄過去。我甚至已經告訴他，那股力量是魔交肺靜心機才凝聚出來的魔氣了。”三木仙緩緩說道：“那孩子今天似乎察覺到了，是你安排了他和魔交小鬼的見面，這也是你的計劃嗎？”師傅神色平靜地回答：“我只是因為欠了那小鬼一個人情，才順水推舟讓他們見一面的。不過……”師傅轉過身看着三木仙，語氣裡多了一分警告：“我希望你沒有在素英腦子裡灌輸什麼奇怪的想法。”三木仙有些好笑的反問：“比如呢？”師傅嘆了口氣：“說實話，就算你真的對素英說了什麼，我也相信你絕對沒有惡意。”三木仙收起笑容，有些無奈的回答：“那是自然，我怎么可能去插手？我明明最清楚你為了救他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價。”師傅沉默了片刻，低聲說道：“我相信你，但是……”三木仙有些疑惑：“但是什麼？”師傅的眼神冷了下去：“我不相信人類的貪婪，這才是最麻煩的問題。別打素英的主意，我聽到你提到第二次見面的代價了。”三木仙笑了笑：“你還真是敏銳，但要是那孩子自己找上門來，我可就沒辦法了。”師傅直接打斷他：“你會想出辦法的，因為下一次瞎的可就不止是你的眼睛了。”三木仙有些无奈的感嘆：“真是太可怕了，不知道你那個小徒弟知不知道你其實這麼心狠手辣？”師傅頭也不回的丟下一句：“他這輩子都沒必要知道。”畫面一轉，素英蹦蹦跳跳的跑了回來，開心的大喊：“我回來了！”師傅對素英說：“行李交給我們來處理，你先去醫館找賢學吧。他特意交代過，只要你一回來，就立刻過去找他。”素英乖巧的答應：“好，沒問題。”沒過多久，素英就來到了醫館。賢學仔細檢查了一番：“你身上連一點輕傷都沒有，身體非常健康。”素英有些得意的笑了起來：“嘿嘿，就像師兄說的那樣，其實一點都不可怕嗎？”賢學溫和的笑了笑：“你能平安回來就好，小家伙。”素英有些好奇的問：“難道大家在執行任務的時候，真的很容易受傷嗎？”賢學嘆了口氣解釋道：“在江湖上受傷是常有的事，你可能會和其他武林人士起衝突，也可能會被人暗算。當初師傅突然說要去黃雲縣的時候，我真的很擔心你們中有人會受傷。”聽到這話，素英一臉感動的看着他：“你居然這麼擔心我嗎？真是太讓我感動了。”賢學有些無奈的笑了笑：“哈，既然沒事，你現在可以先回去了啊。等一下，既然我這次去了江湖上歷練，我剛好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幫忙。”賢學轉過頭有些疑惑：“什麼事啊？”素英有些神秘的說道：“這可是個秘密，你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，連師傅也不行。”賢學立刻保證：“放心吧，我絕對不會說出去的。”可他轉念一想，又有些猶豫了：“不過要不我還是別告訴你了，我不想讓你感到為難。”賢學師兄，賢學溫和的笑了笑：“沒那麼嚴重，要是我能幫上忙的，我一定會盡力幫你。”聽到這話，素英頓時來了精神：“太好了！”他一把抓住賢學的手，興奮的大喊：“那我就不客氣了。其實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，賢學師兄，我想請你幫我去救治一個孩子。”